救出丹药，揍他！揍他！别不识好歹，陈云师兄，你知道咱们楚师弟最近可是马上要突破了，丹药缺得紧。作为外门大师兄，你难道不该像以前一样关照下咱们的天才师弟吗？要抢就来，别在这恶心人。废物还挺倔，给他点教训！可恶，竟敢打我！给我狠狠的揍！还不松手！你这废物，吃了这么多年丹药，不还是只有炼气8层？就是，要有点废物的自觉啊！宗门把丹药喂给你，还不如喂猪呢。怎么回事？这点事情这么慢？见过师弟。这家伙不识好歹，我们正教训他呢。云师兄，你又不是第一次借我丹药了，这次怎么骨头这么硬啊？楚师弟，你还不知道吧？这家伙再过2个月还不突破筑基，就要被逐出山门了。这几个丹药可是被他当成救命稻草了。师兄啊，2年前我刚来，你是炼气8层，现在我都快筑基了，你还是8层，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是，你这些年在宗门是吃屎吗？呸！狼和狗这种畜生才吃屎！你什么意思？楚浩然，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不明白什么意思？骂他们师弟，你长面？难道不是吗？楚浩然，当年你刚进外门，实力低微，云师兄，我对你可没少关照，甚至把进入灵塔的修行机会都让给你。如今你却拉帮结派，欺压同门，夺我丹药，你不是畜生是什么？还有你们真以为现在替他为虎作伥，等他进入内门后，就会带你们吃香喝辣了？我呸！这种人只会毫不犹豫地抛开你们。诸位别听这个废物胡言乱语，等我进了内门，定不会亏待大家。用户绑定成功，机缘洞察系统启动成功。什么？楚师弟放心，我们肯定相信你。就是啊，我们都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哼，咱们可不是那个废物。这是系统？没想到我都来到这个世界18年了，系统才姗姗来迟。机缘洞察系统，也就是说，我可以查看所有人的机缘吗？一群强盗！你也被他们借了凝气丹？是啊，被拿走了一半。这群混蛋！我可以看见任何人的机缘，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看，云师兄好像还被揍了一顿。唉，得亏我没反抗，至少没挨揍。既然如此，我得赶紧准备了。楚浩然，这次是我要夺走你的东西。啊，应该是这里。师兄，这废丹多少钱一两？2门原石1两。这些废丹竟然这么便宜！要知道，一般的丹药2枚灵石都未必能买到1枚。这位师弟，别看都是废丹，但用处大着呢。可以拿去给灵兽当饲料，或者给灵草当肥料，那都是顶好的。这些丹药确定都是废丹吗？正经的好丹药，我还能这么便宜在这卖？这都是炼药堂里报废的。我后院正好有片灵草，老板，与其你在这儿浪费时间，不如1灵石1两，我全要了。我身上原石不多，这些年的积攒大多都被楚浩然抢去了，也就刚够买这些废丹的。行，这批废丹也确实不咋好卖，便宜你了。不是，不是，这枚也不是。这颗丹药有古怪，
找到了，竟然是一颗上品元灵丹。现在就试试丹药的效力如何。我感受到了，丹药在改善我的肉体资质，拓宽我的经脉。不愧是上品元灵丹，这可是宗门长老才配拥有的丹药。这下也许会突破炼气8层了。啊！正好现在测试一下我的修为。我这是已经达到了炼气9层了，而且似乎离筑基也只剩下1步之遥。苦修数年，不如一颗元灵丹。修仙之路，像我这种资质平平之辈，果然拼的还是资源啊！突破筑基对如今的我来说不再遥不可及。接下来去藏书阁挑选一部功法，增加战力。仅仅是留在外门还远远不够，只有进入内门，才能获得更多。老板，这个摊位原本是倒腾废丹药的，不过他的货今天早上一个年轻人全买走了，也就撤摊了。请问你知道是谁买走的吗？这谁还记得？好像是地玄宗的一位外门弟子。为什么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心里空落落的？老夫记得你停在炼气8层很久了，如今却离筑基只差了临门一脚，看来最近你有所机缘呐。长老慧眼，弟子资质平平，多亏不久前捡了个漏，这才能突破到这一境界。以长老的修为和资格，光是元灵丹那样的高级丹药，宗门每个月都会发放，但却显示无机缘。看来系统是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判断是否是机缘。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进去吧，规矩你都知道的。哇！在修为达到9层后，凌霄宗便可给弟子借阅筑基功法，为不久后的筑基提前打底。都是些大众货色，但对于我们这些外门弟子来说，也是莫大的福利了。虽然只是打底的功法，但选得好，将来一段时间内修行也是事半功倍。不是吧，云师兄，你还有没有自知之明啊？居然还跑到2楼来了！长老是怎么把你放上来的？这儿可不是你这种废物不该来的，赶紧自觉点，滚蛋吧！都是无机缘，这群家伙真是垃圾，一点用都没有。喂喂，云大废物师兄，怎么不说话了？要不要兄弟几个送你下去啊？不想挨揍就快滚！碍眼的东西，都给我闭嘴！外门的垃圾也敢在这里叫嚷，敢打扰我修行，回头我把你们舌头给割了！是内门弟子。走了，算这家伙运气好。惹不起，惹不起！你还在这看什么？外门废物！真不知道宗门养你们这群垃圾有什么用！哼，还不快滚！就是这个。终于成功筑基了，不愧是宗门长老改良过的功法，效果比那些大路货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如果没有这部功法，我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筑基。该去领取内门弟子的令牌了。见过执事。恭喜恭喜，陈师弟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没想到这短短几日就从炼气8层到了筑基。什么？我没听错吧？这怎么可能？那个万年老8层的大师兄居然筑基了！
凡筑基者都能加入内门。你的心令牌最迟明天就给你送来。但你今后若想在内门获取更多修行资源，还得看接下来的大比。弟子明白。恭喜大师兄，恭喜大师兄！大师兄，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心得呗。我早就知道大师兄是百年难遇的天才，看看。哪里，大驾过誉了。如今我筑基了，一个个倒是殷勤的很，平日里怎么不见你们敬仰我？果然，修仙界实力就是一切，其余什么都是空的。挺热闹。陈云，没想到啊，陈师兄，你居然能筑基，就凭你的资质，没有大量的丹药，简直不可思议。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下作手段？陈云这家伙多么废，大家都知道。我看是，除了干见不得人的事儿，谁还能看上他呀？就是。宗门任务，而且时间就在明天。这么说，楚浩然已经接下这个任务了。得想办法让他留在宗门，这样我才能去夺取他的那份机缘。怎么不说话？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楚浩然，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竟然敢侮辱我！哼，有本事明天正午我们去演武台决一胜负，你敢吗？哎，楚浩然筑基了吗？没听说，好像没有，他还在打磨起身。好呀，我早看那楚浩然不爽了，大师兄终于能替我们报一回仇了。那你是想多了，楚浩然资质很强，炼气9层就击败过筑基期的对手。哼，好啊，既然如此，我们明日就一决胜负。我要让你知道，你这种废物就算筑基了，在我面前依旧还是废物，并且永远都是。上钩了，明天准时赴约，谁不敢应战，谁就是窝囊废。走了。哼，自取其辱。这么有自信打败我，看来即使还没筑基，还有什么杀手锏和底牌。可惜傻子才和你打，你的机缘是我的了。妖兽为什么会到镇上来呀？快跑啊！快去请监视啊！赶上了。不过这变异妖兽竟是飞廉，这种妖兽明明性情温和且习性孤僻，从不主动攻击人类，为什么会发狂成这样？不管如何，今日我必须拿下他。嘿，不好！真是厉害！如果是没筑基时的我，可能一个照面已经没了。不过现在我只能说抱歉了。看招！行。这是怎么了？这都过了1个时辰，那陈师兄人呢？不清楚，反正没来。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大，我回来了。怎么样？找到那个废物了吗？没有，陈云不在他的住处那儿。是啊，咱们整个宗门都找过了，也没看见他人啊。可恶，他竟敢耍我！老大威武！那家伙一定是害怕和你决斗，逃跑了。不是他提出要决斗的吗？这也太怂了吧！真替他丢脸。唉，还希望他教训楚浩然那家伙一顿呢。果然，哪怕筑基了，他还是那个窝囊废大师兄。哼，好险！如果不是我已经筑基了，加上那门武昭功对我的增益极大，恐怕今天我已经交代在这儿了。如果不是我拿下这头已经发狂的飞廉，就是楚浩然了。让我看看吧，风属性的变异妖丹。哦，就是这个，果然不是普通的妖丹。
多谢先生，都是上仙救命之恩，我们紫山镇必定铭记。上仙不知这妖兽的尸体。尽管已经尽可能小心了，但没想到我和这变异妖兽的战斗，还是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你们拿去卖了吧，获得的钱好好补偿那些为此遭灾的人。上仙仁慈，多谢仙人，谢谢。是时候该回去了。一头丧失理智的妖兽都让我难以应对，如果来的是原本的楚浩然，那家伙肯定不会像我这么费劲。不和他决斗，果然是个正确的决定。回宗门，把这份机缘换成实打实的收获。看，那不是大师兄吗？他居然还有脸回来，他这是去干什么了？站住！陈云，你竟然还有胆子回宗门？瞧楚师弟这话说的，我不回宗门还能去哪儿？昨日你我约好比武决斗，为何你没来？你这缩头乌龟！还是你自己提出的决斗，结果又溜了。陈师兄，你还要点吗？堂堂筑基，却连练气都不敢打，真是窝囊废！整个外门都没你这么废物的家伙。放以前的我可受不了这种侮辱，估计早就忍不住了。但现在，只要展现出实力，所有人都会舔着脸讨好，而反之亦然。一切他人的评价全都是虚的，只有实力才是王道。我根本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说完了吗？说完就请让开，别在这里挡路。陈云，耍了我还想这么一走了之？那你想怎么样？简单，想要我放过你，可以啊。你从我胯下钻过去，然后自己大喊3声“我是个窝囊废、废物、垃圾”，如何？高，这招高啊，楚师弟。陈师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钻！反正你也没什么面子可言了，也不差这一步了。哎，你说陈师兄会干吗？不可能吧？真这么干了，岂不是在宗门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还真说不准呢。这下有好戏看喽！那个，我要大喊3声什么？我是个窝囊废、废物、垃圾！没想到你这么有自知之明啊！陈云，你还敢耍我？怎么，被说中了，恼羞成怒，要动手吗？入手。飞剑是真传弟子，他是谁啊？蠢货，那是武哲大师兄。听说在真传弟子里，他的实力也是拔尖的。你就是那个在紫山镇斩杀了变异飞廉的人？是。紫山镇，那不是我原本要去做任务的地方。听说那飞廉的妖丹被师弟拿回来了，不知师弟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卖给我？武师兄想买，我哪有不卖的道理？只是不知武师兄能出什么价格？100元石，并且我看你也筑基了，等你今后进了内门，我可以承诺多关照你一二，如何？真传弟子的关照，这以后还不在宗门横着走？好羡慕，我也想被武师兄关照啊！这陈云运气真好，傻。这武哲仗着自己的身份，100元石就想白嫖我的妖丹，怎么，陈师弟嫌低了？300元石，外加一份真传弟子才能享有的丹药，怎么样？抱歉，武师兄，这个价格还是比我预期的低了点儿。什么？500元石，3份丹药，陈师弟，一颗妖丹而已，做人可别太贪。但武师兄，我这可是风系妖兽的变异妖丹。那是。陈师弟，漫天要价，可是要遭人厌的。宗门内除了我，还有谁要你这颗妖丹？还有我。又是真传弟子，他你都不认识啊？这是林师与林师姐。这位恐怕才是触发真正机缘的对象。武哲这种小人，仗着自己师兄的身份，
拿点丹药就想糊弄人。陈师弟，实不相瞒，你那枚风属性的变异妖丹我很需要，1000原石，10份高级丹药，如何？我处，随口一报价就翻了1倍不止。巧了，林师妹，这妖丹我也势在必得。我出1500原石，15份丹药。小子，怎么样，成不成交？好，2000原石，20份丹药。抬价好啊，3000，30份。真传弟子都这么好的吗？就1颗妖丹，至于吗？天降横财呀！我的天，这陈师兄什么狗屎蛋？就是啊！如果不是这家伙要决斗，我才是敢到紫杉镇干这飞廉的人。这个无耻小贼，那些原本都是我的。既然武师兄非要为难我，好啊，我们今天就看看谁能拿下这颗妖丹。我出5000原石，50份丹药，外加一件法器。法器？疯了！至于吗？那又不是什么仙丹。不过可惜，越是想要，我就越不能让你拿到。6000，60份，法器我也有。小子，白白让你捡这么大一个便宜，我劝你见好就收。另外，告诉你，无论他接下来出多少价，我都能比他高。既然武师兄都这么说了，那好吧。算你识相。陈师弟，我愿意卖给林师姐啊，并且价格就按2000原石，20份丹药来吧。小子，你是诚心和我过不去？看你活腻歪了。武师兄，怎么？莫非你还想强买强卖不成？很好，陈云是吧？我记住你了。这次多谢陈师弟了，不过能和我说说吗？为什么你要便宜卖给我？师姐，我能看得明白，那武哲压根不需要我的妖丹，他只是在阻止你拿到罢了，所以才会肆无忌惮的开高价。我如果真的答应了他，以他的性格只会记恨我，让他掏了这么一大笔钱，所以我更愿意以一个正常的价格卖给师姐你，这样至少还能得到一方的友谊，而不是让两边都记恨我。陈师弟真是个有趣的人。实不相瞒，我确实很需要你的风属性变异妖丹。我的灵宠风生兽最近突破在即，就缺这一味材料。那恭喜师姐了。不久后的宗门大比，想必陈师弟你知道吧？知道此事。不光你们普通弟子，我们这些真传也要相互比试，而后从中挑选出一个候补长老的名额。武哲是我为最大的对手，我们原本的实力难分伯仲。但若是我的风生兽突破了境界，原来如此，看来我还是要价低了呀。师姐，我能反悔吗？哼，很可惜，我很小气的，所以不可以哦。这里面有大概1000多原石，10几份丹药，连带这个乾坤袋是你的了。谢师姐。接着。林师姐，你这是？这柄飞剑对我来说有些用不到了，所以就便宜你了。可林师姐，这可是飞剑，这还是太过珍贵。那就当是我借你。近期机缘，风生兽完美进阶，在不久后的宗门大比上战胜了所有其他真传弟子，被掌门选为接班人。祝师姐五运昌隆。你也是有趣的小师弟。初级2层了，云师姐的丹药不愧是真传弟子专享的高档货，有这批丹药，足以在大比前把我的实力提升起来。再接再厉吧，我和楚浩然迟早有一战。陈云，
楚师兄，别生气了。那陈云虽说……你过去那个名字，都给我滚！混蛋！楚师兄怎么生这么大气啊？少说两句，快跑吧！可恶的陈云，那些本该都是我的，竟敢算计我！战魂剑，以外门弟子的眼光来看，你倒是学得不错。师兄，但这门剑技似乎不是你一个外门能学到的吧？这……你放心，我对你是怎么学会斩魂剑的不感兴趣。重要的是，你和那个陈云有仇。有，师兄要我对付他。对，为了阻止林诗雨的风声兽进阶，我很早就收购了市面上所有的变异药丹。还是落过了那小子，敢得罪我，他必须付出代价。不用武师兄说，我也会让那个废物好看的。那家伙如今从林诗雨那儿拿了那么大的好处，已经筑基，而你……我之所以不选择现在突破，就是为了尽可能完美的筑基。只要我筑基成功，陈云依旧会像过去一样被我踩在脚下。林诗雨肯定会盯着我不方便出手，此事就交给你了。喏，这里的丹药你拿去用，不久后的大比必须给那个陈云一个教训，最轻也要弄残他。师兄放心。啊！恭喜楚师弟筑基，这下楚师弟一定能给那个陈云点颜色看看。这些不学无术的废物，姑且现在还有点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如今我已筑基，需要搞一把合手的武器。去替我向大家借点钱，告诉他们丹药现在可以不借了，只要灵石就行。啊！又是借？那个楚师弟，你闭关的几日？那个陈云靠着丹药接连突破，如今已经是筑基3层。3层又如何？我如今的实力照样能像过去一样收拾他。我们相信你，楚师弟。只是其他人不这么觉得呀？他们觉得如今有那陈云会替他们出头。现在他们已经联合起来，拒绝借丹药或者灵石给我们了，今非昔比了，老大。陈云，陈师兄不好了！楚浩然那个混蛋闭关结束，如今也筑基了。那楚浩然现在去哪儿了？他好像去功勋殿接任务了。还有2周多就要大比，他现在不好好巩固修为，下山接任务干什么？不，此人气运一直好的惊人，恐怕此次下山又会有什么机缘，我得去看看。楚浩然在这里。啊！陈云，啊，有把破飞剑就觉得自己无敌了吗？如今我已经完美筑基，大比那日，我会让你知道你和我这种天才的差距。近期机缘，前往南阳府王家，帮助其击退变异赤练虎，在妖兽巢穴内发现地嘴灵液。地嘴灵液，那可是能提升资质的天地灵材。这家伙，莫非是什么气运之子？机缘一个接一个，我薅都薅不完。不过对你这种人渣，我可不会不好意思。告辞。可恶，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王兄，都是兄弟们坐地起价。那赤练虎是变异的妖兽，恐怕只有筑基以上的实力才能对付。兄弟们一个照面就挂了，老二还差点把命丢了。哼，我们哥儿几个帮衬了你王家，也不是1、2年了，但这次，是真的不好对付啊。我不求各位干掉那赤练虎，只要坚守宅邸就行了。王兄，我知道你派人去了凌霄宗挂委托，你是不是觉得有凌霄宗的人来，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那头畜生了？王兄的如意算盘恐怕打错了。凌霄宗最近正忙着宗门大比，有实力的宗门弟子
根本不会来接你的委托。这也许会来一位。哼，既然王兄觉得凌霄宗能救，那哥儿几个就不奉陪了。看你手下那几个家丁能不能挡得住那头畜生。哥儿几个，走！胡老弟息怒啊！念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求胡老弟再多留几日，我可以加钱。钱再多，也得拿命去想。我们可不想命丧虎口，除非什么？王兄，宁言如今也到了待嫁的年龄了吧？你。若王兄将宁言许配于我，我和几个弟兄自然愿意拼死守护王家。毕竟那时候您可就是我胡凡的岳父了，不是？这不啊，不愿意？哼！那王兄你就等着看你拼尽半生建立起来的王家，最后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再给你最后一天的时间考虑，王兄，好好想想吧。记得想清楚些，否则后果很严重。我无能啊！爹，宁言，你放心，爹绝不会把你嫁给那个混蛋的。可是，如果凌霄宗还是没人来，那我也绝不能让你嫁给这个混蛋。他只是想借机侵吞我王家。这次还真是被他等到了这个机会，都是我当年留下的祸根呐！要是我也能修炼就好了，我王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老爷，有仙人来了！啊，仙人，应该就是这儿啊。这几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啊？阁下可是凌霄宗弟子？是。啊，欢迎欢迎。我听说这儿有一头赤练虎。哎，近期机缘，家破人亡之际，被凌霄宗弟子楚浩然救回。带回宗门后，觉醒通玉凤髓之体。仙师，请进。虽然还不清楚通玉凤髓之体是什么体质，但此女未来肯定不可限量，绝不能让她成为楚浩然那种人渣的助力。机缘改变了，是因为我吗？这家伙怎么一直盯着我女儿看个不停？不会刚赶走恶狼，又来了猛虎吧？抱歉，王家主，是我唐突了。只是看见你女儿天资过人，却毫无修为，不免有些惊讶。天资过人？可各大仙门来招徒时，我女儿检测是毫无天赋啊。有些特殊的体质，用一般的检测手段确实难以发现。不过此事不急，我此番前来是为解决赤练虎的事情，还请和我详细说说吧。还请阁下进屋说话。快，仙师远道而来，快去准备茶水。大哥，这下怎么办？到嘴的鸭子都要被人抢了，不能这么算了。可此人竟然有飞剑，修为更是到了筑期，我们毫无胜算啊！那也不能让这家伙坏了我们的事。一会儿，你们看我脸色行事。王兄，如今有凌霄宗弟子来，事情就好办了。不过赤练虎一事，我们哥几个最了解，不妨让我们和这位阁下一起。胡老弟，你们几人不是不打算管这事儿了吗？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该死的老狗！要不是这小子来搅局，你敢和我这么说话？这几位是？我们哥几个是散修，王家家主此前一直雇佣我们帮忙保家护院。那赤练虎此前就是你们在对付？正是。那好，你们和我详细说说吧。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头赤练虎是来寻仇的。是的，当年我就是靠那张完整的虎皮起的家，只是没想到无意间放走了一只幼虎，最后会成为如此灾祸。那老虎应该是喝了地髓灵液才成了妖兽，但愿还给我剩一些。说起来，
近几年妖兽出现越来越频繁，变异的妖兽开始屡见不鲜。罢了，现在的我想这些也没用。情况我也了解，兵贵神速，我现在就去解决那头赤炼狐，还请王家主派人引路。现在就出发？上仙是不是太着急了？您远道而来，不如好好歇息一晚再出发也不迟啊。我也能尽一下地主之谊。楚浩然那个家伙，这会儿应该正在赶来的路上，必须在他到来前把事情都解决了。事不宜迟，降妖除魔乃我修士天职，早一日解决，王家主你也能早一日安心。不愧是仙门弟子呀，在下感激不尽。现在这里祝上仙五运昌隆了。阁下，我们此前已经大致摸清了那畜生的老巢位置，不妨让我等为您带路。也好。这上仙请留步。上仙，你有所不知，这几个散修图谋不轨啊！他们几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修行者。我王家发家后，他们就找上了门来找我合作。头几年倒还好，拿钱办事，替我王家解决了不少土匪强盗。但这2年，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还盯上了我的女儿，想要强娶，彻底侵吞我王家家产。这次要不是您来了，此事为何不上报龙阙卫？前天王朝境内，他们专管这些修仙者。不闹出大案子，龙阙卫是不会管这种小事的。这群人也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总之，上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就怕这几人贼心不死。我明白了，多谢王家主的提醒了。追，别让他逃了！啊，仙门弟子真是豪气啊！俺也想有柄飞剑。这家伙不愧是筑基，这赤炼虎都被他追得到处嗷嗷跑。急什么？一会儿那柄飞剑就是咱们的，而且这家伙肯定是内门弟子，说不定还是个真传，百宝囊里肯定富得流油。都给我机灵点，这可是一锤子买卖，要是让这家伙逃了，咱们就只能远走高飞了。啊，惊动了，还追不追？陈兄弟，这就是那赤炼虎的老巢了，只不过这里面曲径通幽，错综复杂。那畜生在里头如鱼得水，兄弟们的实力实在是不敢进去啊！不如我们哥儿几个就守在这里，替你看着那畜生，不让他逃脱。也好。快，老三，把画地为牢阵布置好。等那家伙解决了那头畜生出来，我们直接打他个措手不及，可别搞砸了。大哥，你瞧好吧，这次绝对不会出错。这可是老子花大价钱买来的，足以禁锢住筑基5层以下的修士几秒。到时候我们所有人一起上，不怕拿不下那小子。画地为牢阵，起！什么？别这么惊讶啊！暗算他人的人也要做好被暗算的觉悟才对嘛。你一个宗门弟子，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行凶！少在那里恶心人了！你们不是已经准备好对我下手了吗？我不过是先发制人罢了。不服，你们可以去告龙阙卫啊！兄弟们，这次想活命就和我拼了！这家伙根本没打算放过我们！落掉他！拼了！和他拼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修行之人自诩超脱，可实际上也没什么两样。这是你逼我的！灭了你！这一击的修为几乎媲美筑基，妙啊！怪不得敢和我动手。但可惜，假的就是假的，刀技不精，灵气不稳，空有蛮力，而每一记招式像样的，就凭这
还想谋害我？做了一个美梦。不好，再这样下去，来的真不是时候，应该是血腥儿和大斗把他引出来了。好机会！宗门的狗杂种，你给我记住今天！想逃？这畜生！姓王的都是你，害了我兄弟！给我等着！姓胡的家伙心狠手辣，睚眦必报。若是不解决他，很可能去报复王家。可如今没了赤烈虎的威慑，滴嘴灵液很可能被其他野兽糟蹋。他越来的紧。哎呀，这一整夜都快过去了，怎么他们还是没回来呀？不会是出了什么差错吧？父亲，去休息吧。也许只是狐妖狡猾，耽搁了一些时间。是这样就好了，就怕那几位恶徒谋害了那位凌霄宗弟子。宗门出来的修行者实力虽高，但毕竟没在江湖上混过，只怕着了道啊！哎呀，快拦住他！快去快到！怎么回事？家主，不好了，伙伴内死他！哦。顾凡，你要干什么？你把陈小友怎么了？你这老狗还敢说？都是因为你不肯老老实实把女儿嫁给我，去找宗门弟子来，现在害得我兄弟们全没了，我今后也只能当个被通缉的逃犯。不过，莹烟妹妹没事儿，那家伙不是说你有什么特殊体质吗？放心。今后我会把你带在身边，双宿双修，咱们一起做对亡命鸳鸯啊！你做梦！拦住他！普通人也想对修行者动手，谁给你的胆量？老子成全你！住手！我和你走，今后任你处置，但是别动我爹。走吧，放开我女儿！老东西，滚开！爹！此地不宜久留，天知道那兔崽子什么时候赶来，先带着这小娘们溜了再说。但愿她真的有什么特殊体质，这样玩腻了还能卖给那些邪修。父亲，如果我也能修炼，也有力量就好了。嫣儿，这是你们留给我的画地为牢阵，怎么忘了？饶我一命，让我做什么都行。下辈子当个好人吧。哦，在洞穴里寻找地髓灵液花了我太多时间，还好赶上了。陈小友，多亏了你啊！此恩此情，王某我……这事是我疏忽了，王兄还请不要怪罪。陈小友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次可是……来，把丹药吃了。陈公子，你先前说我有特殊的天赋，我想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修行者。宁烟，你放心，以你的潜质，绝对能成为强大的修行者。啊，对了，王兄，我还有一事相求。咦，总算赶到了。
我是凌霄宗接了委托的弟子，你们家主呢？哎呀，上仙，你终于来了呀！这2天我可是连觉都不敢睡呀。那赤练虎呢？大概在什么位置？此前你们是怎么对付的？上仙啊，情况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那几个散修去猎虎，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是的。那大致范围呢？比如他们是去的哪进行围猎？那头虎妖平时又是在哪出现？这个我实在是不知啊，只知道在山里。山里？你要我把这附近的所有山都搜一遍吗？可是我实在是不知啊。给我一份这附近山的地图。好，我这就去准备，还请上仙稍作休息。这就是凌霄宗吗？走，我带你去检测天赋，今后你叫我师兄就行了啊。请问前辈，这测试天资的启灵阵今日为何要拆走？你不知道吗？真传弟子们不久后的比试就要在宗门祭坛这儿进行，得等宗门大比完了之后才装回来。那不知前辈能否稍等片刻？我此次下山找得了一位天资过人的好苗子，能否等他测完资质再拆？也行，反正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家稍微先等等，有位师妹要测试一下。多谢诸位了。慢着，谁允许你在这里假公济私，妨碍宗门公务？武师兄，我只是想为宗门新纳一位优秀的弟子，谈何假公济私？笑话！宗门每年都派人去周边村镇挑选有修行资质的弟子，怎么先前不见他被选上？而你又凭什么知道他有什么天赋和资质？所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你不过是见色起意，看人长得漂亮，故意把人带到这里来装模作样测试一番，然后找个由头把人家留在身边，名正言顺收为侍女罢了。内门弟子好像还确实有不少人这么玩，不过我可没这打算啊。陈云师兄，不会真的是？武师兄，你说了这么多，也仅仅是你的猜想。事实是什么？让宁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不识好歹，立刻给我滚蛋！不然我以妨碍宗门公务的名义……何必这么大火气？虎哲，宗门公务有急有缓，布置比试场地又不是什么急事，不妨让这位小师妹试试，也不差这么一会儿，不是吗？多谢大师姐通情达理。好漂亮的人，简直就像是仙女一样。林诗雨，这难道仅仅是事情急缓吗？这小子假公济私，这种行为难道不该制止？你可不能因为和他熟就包庇他，否则人人都像他一样，宗门还了得？武哲，少在这里扣帽子，是不是假公济私？让这孩子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他是个好苗子，你现在百般阻挠才是假公济私。人人都像你一样，宗门还了得？瞧这俩人又杠上。几日不见，林师姐和这武哲之间的矛盾和敌意，竟然都几乎不加掩饰了。看来这长老候补位的争夺，果然激烈啊！哼，既然林师妹都这么说了，那就给她测试。我倒要看看，等测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不要紧张，一会儿你站在阵中间，放轻松就行。
白光是什么情况？那岂不是说明修炼资质极差？岂止是差，完全就是没有资质。看来林师姐这次还真是看错人了。一个毫无资质的凡人，这就是你所说的好苗子？看看，我早就说这小子是在假公济私，浪费了大家这么多的时间。林诗雨，这次你还有什么可说？陈师弟，这是……没想到宗门的检测法阵也无法测出王凝烟的特殊体质。这下只有一个办法了。林师姐，我希望能启用太玄五行阵来为他进行检测。太玄五行阵，你小子真敢想！那法阵消耗巨大，每年只启动一次。你要宗门为他一个人开启？这场闹剧你还没闹够吗？这就是一个炼气都无法开启的废物，你还想因为你的面子而死撑到什么时候？没兴趣和你说话。你，林师姐，还请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我愿意承担任何后果。凝烟他绝不是什么废物，而是真正的天才。这家伙是认真的吗？他算哪根葱啊？凭什么承担？唉，够了吧？再闹下去，事情可就没法收场了。林师姐，可千万别信这家伙啊！既然你如此肯定，我愿意相信你。诸位，还请安放灵石，准备启动太玄五行阵。好，好，我倒要看看你自作自受的下场。可是，启用太玄五行阵所需要的灵石消耗极大，我们没有这个权限。无妨，送我头上即可。师尊那边我会解释的。林师姐这是干什么呀？那家伙是谁啊？林师姐这么相信他？闹得越大越好，这下看你如何收场，又要怎么和我抢位置？别担心，你真的是天才。来，喝一口这个。这是玉髓灵液，这家伙看来有不小的机缘，竟然有这等宝贝。感觉喝下那水之后身体好热。啊！系统果然是对的。天级资质，这怎么可能？天级？那不是最高级的资质吗？好像武哲也才只有地级。没想到那丫头居然还真是，还丫头呢？这可是几十年都没一个的天级，起码会被收为真传。这怎么可能？你凭什么能找到一个天级？你小子，刚才不是给他喝了什么？够了！是大长老，是大长老。见过大长老。天级资质果然惊人，连大长老都出面了。孩子，你可愿拜入我凌霄宗？啊！太好了！我愿意。好，今后你就是凌霄宗的真传弟子，在你正式拜师前，就跟着诗雨修行吧。真传弟子，诗雨，如何？多谢师尊信赖，弟子定会好好教导师妹。真传，真的就直接封真传了，一步登天，不愧是天级资质，何等让人羡慕啊！咱们门派总共也没几个真传吧？武哲，因为你的争强好胜，我凌霄宗险些失去一位天才弟子，为师这次对你的表现非常失望，今后你要好自为之。弟子知错，还请师尊。这就是真正的大修行者吗？只是看我一眼，就感觉压力山大。
师尊，就是这位陈师弟找到了王师妹。太玄五行法阵才能检测出来的天级资质，你是怎么知道的？弟子只是侥幸而已。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只要你忠于凌霄宗，宗门也不会多问。何况，你确实对宗门有大功。从今往后，你的丹药和灵石配器就按真传弟子的来发放。多谢大长老。近期机缘，已于3月后在灵泉秘境中夺得上古仙器陈氏壶。上古仙器，林师姐给我的飞剑，仅仅是一把灵气都称不上的法宝，就已经能让很多人铤而走险。这上古仙器该多么恐怖！一旦消息泄露，宗门能保住吗？陈师兄，多谢你能带我来凌霄宗。刚才如果没有你，我恐怕……今后跟着林师姐好好修炼，我相信以你的资质，很快就会成为宗门翘楚。不管今后如何，你永远是我的陈师兄。师弟，这是我的传音玉佩，若是今后在宗门里遇到什么麻烦，换我即可。希望你早日晋升真传。有意思的陈师弟。真传弟子的待遇，好家伙，这下真是一飞冲天了。我咋就找不到天级资质的师弟师妹呢？你们懂个屁！这小子最大的好处是2个真传都欠了他人情，还是大人情。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将来在宗门里也能横着走了。你们看，五师兄的脸都黑了。这家伙，先前就得罪他了，如今又让他在大长老那丢了脸，怕是恨不得生吃了我。哦，难怪师姐会给我一块传音玉佩，也是警告他别想着对我动手吧。不过只要在宗门里，这家伙也不敢轻举妄动。大比就要开始了，得抓紧时间消化掉那份地髓灵液，提升我的实力和天赋。终于找到了，怎么都是尸体啊？这畜生和他们同归于尽了吗？不管这个了，先找到地髓灵液要紧。就在这附近。混蛋！又是谁抢走了我的东西？小贼！无耻的小贼！地髓灵液的效果远比我想的还厉害，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的修为虽然没有增长太多，却比此前浑厚扎实了足足1倍。楚浩然，如今任你有再多的底牌，也休想翻盘。陈云师弟在吗？陈师兄出来了。师弟，这是你这个月宗门的丹药和灵石配器。按宗主的要求，你的待遇和真传弟子一样。另外，陈师弟你也是内门弟子了，虽说没法像真传弟子一样一人独享一座山峰，但内门弟子所在的主峰，其灵气还有聚灵法阵，也远比外门这儿要好。我已经派人收拾好一间屋子了，陈师弟，你随时可以搬去入住。多谢指示了，我随后就办。好。今后若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陈师弟你找我即可，千万不要客气。真是有意思，几个月前我连丹药被抢都无人搭理，如今一位执事却能来刻意交好。哎，修行界还真是现实的不行。哎，陈师兄，一会儿我帮你搬东西吧。哎，陈师兄，有空常回来看看啊。今晚有空吗，陈云师兄？这一趟什么也没拿到，还浪费了修炼的时间，真是混账！楚师弟，你回来了。不在的这几天里，我们没什么事吧？那个废物又在干什么？
陈云师兄他现在……哟，这不是狼心狗肺的楚师弟吗？怎么，去外面刨食回来了？陈云，你这个废物东西！别以为修为高了我就治不了你！大比那天，给我等着！看来是没刨着吃的，不然也不会见人就咬了。倒是我最近心血来潮下山了一趟，收获颇丰。怎么？先是灭了只变异的赤练虎，结果居然在他的巢穴里找到了地髓灵液。之后又在一户姓王的人家里发现了一个有着通玉凤髓之体的丫头。什么？于是我把她带到了宗门。大长老为了奖励我，为宗门找到如此优秀的天才，便给了我和真传弟子一样的待遇。怎么样，不错吧？王家，赤练虎，地髓灵液，通玉凤髓之体，你，他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是你抢了我的机缘！你这个小贼，那都是属于我的！喂，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平日里抢别人东西抢疯了吧？要不要点脸啊？陈云师兄，别理这种人，简直就是个疯子。罢了，大家理解一下，疯狗就是疯狗，看见好东西就觉得是他的，正常。我变了你！就凭你！该我了！住手！这是怎么回事？宗门内严禁在演武场以外的地方私下争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爸，这家伙难道故意让我伤了他？师兄，此人刚才见我手中有丹药，居然宣称是他的，还想出手抢夺。大家说是不是？如果不是我反应及时，恐怕可不止这么一点小伤了。没错，楚浩然这厮突然就拔剑动手了，完全是要陈师兄的命啊！你放屁！那是这家伙刚才自己故意。无耻之徒，你剑上可还留着伤害我的证据？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师兄，你有所不知，此人阴险狡诈，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此前就一直强迫外门弟子交丹药给他。如今看见我这里有好丹药，他又想来抢，简直是无法无天，还请宗门以宗法处置他。陈师兄说的没错，之前他就一直抢大家东西，仗着自己修为高就强取豪夺，就是。他和他的几个狗腿子，绝不能饶了他们，绝不能饶了他。外门虽然纪律松散，但居然还有此事。不是，这是另一码事。刚才是这家伙故意设计陷害我。那也就是说，你此前确实抢夺其他人丹药了。我先抓起来。是。你在宗门内动手，还伤了其他人，就已经是犯了宗法。抢夺他人丹药的事，我也会好好调查。如果真有此事，我会向长老反映。陈云，你别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你给我等着，给我等着！还有你们，一个个都记住了。疯狗就是疯狗，现在还想着咬人。大家不要怕，只要你们团结，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报复你。何况还有我在。按宗法处置的结果，最轻也是被关入大牢，直到大比恐怕才能被放出来。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和我斗。陈云，这辈子也不会放过你！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闭嘴，安静点。宗门快大比了，还被关进来，真是不可理喻，浪费我的时间。
哎呦，这不是武哲师弟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哦，我想和这位小兄弟说几句话，不知能否给我一点时间？这不合规矩吧？宗门规定，天牢内的人不许有人探望。嗯，好说好说，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们俩，我去那边看看。事情我都听说了，没想到你居然如此无能。是陈云那个王八蛋算计我，他抢走了我的机缘。早知如此，我当初就该……够了，我没空听你解释。那混账3番2次和我作对，先是把变异妖丹卖给了林诗雨，现在又害得我在师尊那儿丢了大脸。我只要他付出代价。我可以，我保证能在大比那天给他好看。你自从筑基之后修为就没长过，现在又被关在这天牢里，而那小子却靠着各种资源突飞猛进。你告诉我怎么给他好看？我这里有一门秘药，搭配专门的功夫，修炼上个3、5天就能让你实力大涨，打败甚至重伤那个陈云不成问题。这种药有副作用吗？要是没有，那岂不是人人都用它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有。它对身体的负担极其大，哪怕你赢了，恐怕也得好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透支未来的药。我当然要报复陈云，可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用与不用，取决于你。当年父皇和母后临死前的惨状，我至今都历历在目。殿下，活下去，不要忘记今天发生的事情。集结使命完成，任务正式退出。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已经确定金陵城外的天涯门门主也是当年的叛徒之一。这次正好拿他开刀。明日事成了，我再给你10倍。老绝，你要媳妇不要？嚯，心院子不错，周围的灵气浓郁程度比外门高了不止一点儿，而且聚灵法阵的效果也更好。在这里修行，必然是事半功倍。你是要我跟着你吗？喂，慢点！啊，林师姐，还叫师姐呢，未免有些生分了吧？不知师姐这次喊我来是？这次的事情，我又欠你一个人情。王凝烟的资质几乎不比我差，假以时日，又是一位实力超凡的真传。而师尊让他现在跟着我修行，也就是说，他将来会是我这一派的。而武哲那家伙，这次却在师尊面前丢了大分，这一加一减，你可懂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对你已经不具备竞争力了。没错。而你觉得他会怎么报复让他陷入这个境地的你？啊，他总不可能在宗门里对我出手吧？理论上是的，但别忘了马上就要开始的大比，更别提今后的秘境。我打听到，他似乎去地牢那儿探望了楚浩然。这俩家伙凑到一起了，不太妙。楚浩然本来就底蕴十足，如果……既然武哲先犯规，那么我也不能置之不理，不是吗？毕竟你也算是我的人了。师姐，
多谢师弟手下留情，承让了。3号比武台，陈云胜。陈师弟，你现在已经打入了第5轮，修为也符合条件，已经获得下次随宗门前往秘境的资格，还要继续打吗？继续吧，内门里修为比我高强的师兄弟们多的是，哪怕不能获胜，能得到诸位前辈的指点，正是我希望的。陈师兄，争取打进第8轮啊！听说进了第8轮就有宗门发放的奖励。陈师兄，加油啊！你可是我们外门这些年最大的希望。陈云，我也打入了第5轮，我要和他比。按照规定，比试必须按照名单来，而且此事需要双方的同意才能。无妨，我同意和他打。正好我们之间也确实有一笔账要算。陈云，停！放垃圾话的过程就免了吧。对你这种人，我可不想浪费时间。我们直接来点实际的，输的人给对方跪下磕头，学3声狗叫，如何？哼，这太狠了吧！这要是输了，谁还有脸面在宗门混下去啊？这俩人有这么血海深仇吗？呵呵，好啊，这可是你说的。你们2个，宗门大比是测试所有弟子的实力，不是让你们……有点意思，修行之人就该有点烈性嘛。可以，让他们比吧。说的也是，师姐，师姐。若是一味的耍小聪明，可没法在修行之路上走得长远。吴师兄，没想到你我之间的比斗都快开始了，你居然还有空来这里看比赛。哼，怎么，莫不成你要阻止这场比赛？不，恰恰相反，我也想看看这场比斗的结果。要赢啊，陈师弟！赢了的话，我就给你些特殊奖励。这陈云到底和林师姐什么关系啊？会不会是放屁？陈云怎么配得上林师姐？不管怎么样，陈云这个家伙太让人嫉妒了，竟然和林师姐这么好。师姐，你这下可真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了。林诗雨，莫非他也给这家伙？好吧，既然你们2人无异议，那么比斗开始。陈云，你完了！这家伙修为至少有筑基4、5层，完全不下于我。打了什么鸡血？为什么有了密钥，你还是没完全压制住他？陈云，我今日必斩你！磕了密钥的修为，再加上这小子不知从哪学来的斩魂剑，2者相加之下，那家伙完蛋了。住手！比试不可伤及性命。来不及了。啊！楚浩然怎么会这么强？陈师兄，躲开啊！跳下来吧，丢脸总好过丢命。我看见了。挡下了，居然一剑就！陈师兄是怎么做到的？刚刚那是什么？凭什么挡下我的这一击？一瞬间就识破了无数剑刃里最核心的一击，并将之击破。这是凌霄剑法？这怎么可能？凌霄剑法只有真传和内门的精英弟子才能学，这家伙就算学了，凭什么一下子就到了小成的境界？林诗雨，你居然将自己的剑意传给了那小子！哼，好大的手笔！但这也意味着你的剑技会有所下跌，你就不怕接下来因此败给我？无妨，我突然发现，如果对手是你的话，缺失了那么一点剑技也并无关系。林诗雨，你竟敢如此辱我！
果然，刚才那一招的负担极大，他的手已经不稳了。既然如此，陈师兄赢了！好，陈师兄赢了！陈师兄赢了！好了，胜负已分，你们二人慢着。我这位楚师弟就这么输了，想必定会不服。为了让他心服口服，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去，捡起来，再来打！这是你自找的，给我跪下！哼，蠢货，一力破巧已经不可能了，还在用这招。去，捡回来。你的，不的就乖乖跪下磕头，学3声狗叫。陈云，我今天豁出这条命，也要把你去捡回来，去捡回来，去捡回来，去捡回来。他这是怎么了？脸色那么差劲。我不会输，我要把你给……比赛停止，陈云获胜。啊，他这是服用了禁药的副作用。真是个世俗的废物，亏我冒着风险把迷药给他。哼，等着吧，陈云，还有林诗雨，这事儿没完。宗门大比终于算是结束了，我成功打入了第7轮。虽然没有拿到名次奖励，但也获得了下一次随宗门前往秘境的资格。楚浩然那家伙因为服用了禁药，最后导致全身灵脉碎裂，彻底成了一个无法再修炼的废人。听说不止一次事故自尽，如今已经被送下山自生自灭。只可惜武哲那家伙又盯上了我。罢了，如今至少楚浩然终于不再是我的威胁了，就是可惜了他那逆天的好运。今后要是想找个像他一样可以反复薅的大肥羊，恐怕难喽。怎么，和我见面居然这么唉声叹气？难道陈师弟你不想见我？不，我只是在担心。师姐，你这次赢了武哲，那家伙可能会拿我出气啊。我来找你就是为了此事。武哲这人虽然天赋很高，但为人却心胸狭窄。2月后你若打算随宗门前往灵泉秘境，最好和我待在一起。如今我也已经是候补长老，算在宗门内有一点小潜力。你先想办法把修为……龙血，这个世界的龙都消失多少年了？怎么了？突然这么看着我？只是师姐太漂亮了，把我看呆了。哎呦，别油嘴滑舌！秘境之行可不比宗门内的比斗。你的修为如今在内门中也仅仅是中等而已。至于天赋，别怪我说话直，哪怕你服用了地髓灵液，也还远不能和王凝嫣师妹那样的天才相比。若你真打算随我去秘境，这2个月就必须勤奋修炼，不可沾沾自满。要知道，其他宗门的弟子可不会像武哲或那个楚浩然一样好对付。多谢师姐教诲。师姐对我不薄，她的机缘我也不好意思抢夺，但如果有其他宗门的人的话……陈云，内门弟子，筑基7层，在大比中进入第7轮。你确定要参加此次秘境之行吗？确定。上去吧，此行切记谨慎小心，也切记你是凌霄宗的一员。回去吧，再见，陈师兄，一路顺风。你也是，多拿点天材地宝回来啊！多保重，再见，陈师兄，我就回来啊！风景不错啊！哟，看来不少人这一趟都有所收获了。师姐，
你来的正好，陈师弟，我正打算和大家开作战会议呢。为何除了师姐，其余人都没有丝毫机缘？诸位前辈好。筑基7层，哼，林师姐，你哪找来的这小子？实力太低，很可能在这次秘境之行拉我们后腿啊！你们啊，能被林师姐招来，这小子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嘛。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内门弟子陈云，王凝烟小师妹就是她在山下找到的，而且她的运气一直很好，此行说不定也能给我们带来好运。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先来，我萧芷荷，1个月前刚结丹，现在是金丹1层，主练的是贯红枪法，擅长强袭破阵。安小蕊，筑基9层。别看我修为不高，但整个宗门弟子里也没人比我更擅长破解和布置各类法阵。南辰，金丹2层，主练苍龙御日刀。昂云生，金丹1层，不过我更擅长炼丹和疗伤，不擅长战斗。几乎都是达到金丹的真传弟子啊，而且人员配置齐全，这里应该很难遇到危险才对，为什么会？陈云，筑基7层，擅长凌霄剑法。这几个月，我的全部精力都在提升修为上，不论是功法还是武技，都几乎没什么长进。唯一有所小成的凌霄剑法，还是师姐传给我的。好了，既然大家都认识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刚才的会议吧。陈师弟是临时加入进来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情况吧。灵泉秘境每隔10几年才打开一次，并且开启时间极短，往往只有数日到数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尽可能的探索秘境内部，获取机缘。啊，秘境内部具体是什么样的？有记载吗？记载有，但没太大用处。在进去前，谁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方一样。秘境每次打开都和上次会有所差别。那这个秘境又是什么人设立的？没人清楚。根据我从宗门的古籍来看，灵泉秘境刚被发现的时候，其内部非常小，只有简单的几块区域。但如今它的内部已经演化成了一方小世界，并且蕴含数不清的机缘和宝藏。即使是我们的宗门，也没法独霸着它，只能和其他宗门势力共享。而这2个宗门和势力的人，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一旦在秘境内遭遇，只要对方觉得有机可乘，他们是不会犹豫的。哦，那就是归元宗和玄武学院。归元宗是实力和底蕴都不弱于凌霄宗的大宗门，门内弟子大多修炼归元功法，可将彼此元气连通，尤为擅长群战。至于玄武学院，乃玄天王朝的开国皇帝收编了一大堆中小宗门后建立的联合学院，弟子都是各大世家的子女。听说学院里奉行极为残酷的优胜劣汰法则，毕业的人大多都为玄天王朝和世家们服务。秘境开启了。哦，传送符没落下吧？放心吧，师姐，这可是保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忘掉？我觉得以我们的实力，可用不着那玩意儿。这是宗门给每个弟子配发的传送符，可以在遇到生命危险时退出秘境回到船上。理论上有了它，性命就万无一失，可都是无机缘，是运气太差，确实没找到什么，还是说……走吧，按照惯例，我们凌霄宗是第一批下去的。哼，小子，等着吧！
大长老不随我们进去吗？拜托，灵泉秘境只能允许金丹中期的人进入。你忘了，林师姐金丹6层已经是极限了，长老那样的元婴期强者怎么可能进得去？进不去，怎么想都进不去。大长老这次来是来坐镇的，其他2家也应该各有一位元婴期的强者，否则里面的人争抢的再多，岂不是一出来就被截胡了？所以3家都达成默契，不管在秘境里怎么斗，出了秘境都保持和平。可是明明系统显示他未来会进入秘境，难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变故？那些人是一群没有门派的散修罢了。这不要紧吗？散修大多天赋极差，灵泉秘境又限制了修为等级，不会有那种扮猪吃老虎的家伙。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给我们送菜的。话是这么说，但一会儿切记，不管遇到什么人，都要全力以赴，不可掉以轻心。这儿真的是在秘境里，和外面的真实世界完全没区别啊！假的啦，太阳、云朵和天空都是虚假的，这儿甚至还有晚上呢。想要这次秘境之行有所收获，最重要的就是抢在其他人之前找到机缘。所有弟子，按照先前组的队伍，在这里自行散开吧。每支队伍都各自找一个不同的方向探索。是。秘境里说到底就是看谁捡的东西多，抢的东西多。理论上最后会厮杀到只剩下最强的一支队伍，但因为有传送符的原因，只要有了收获，哪怕遇到其他宗门更强的人，也可以带着收获撤退。所以分散队伍探索比一大群人剧团探索效率要高多了。啊，找到了！哈哈，你们打算走哪儿？怎么问这个干嘛？和你有关系吗？哼。只是想和你们走反方向，免得咱们遇到。那我们就走平原那边吧。我们去另一边。哦，巨量，系统都说巨量，那得是多少啊？陈师弟，走了，你还在瞅啥呢？不行，如果是其他宗门弟子也就算了，武哲这王八蛋，于公于私都得薅他羊毛。师姐，我觉得平原那边收获可能不大，我们应该换个方向。哦，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哪儿？那不是武哲那家伙的方向吗？为什么要去那儿？喂，小子，我听说你和武哲那家伙好像有仇，但就算你想给他添堵，也不是这时候吧？对吧，师姐？理由呢？直觉。好，这次就听你的。不是吧，师姐？那到时候要是发现好东西，我们还得和武哲抢啊！你还真是宠这家伙。这是命运被我改变了。师姐，这小子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咱们就真的听他的？我们一直在这高空飞着，根本没去地面仔细搜索，这能找到什么？武哲的队伍因为是沿途搜索前进，速度偏慢，如今已经被我们赶超到了前面。乱石林说的应该就是这儿了，可这范围也太大了吧？去哪儿找那个鸟巢？是勾践妖兽，散开！聚宝鸭，应该就是这玩意儿。可恶的扁毛畜生，别太嚣张！是臭羊好快的速度。干得漂亮！那么妖丹我收下了。
等等，师姐，留他一命。啊？为什么？高阶妖兽的妖丹也值不少钱了，难道咱要放过他？我在古籍上看过，这是聚宝鸭，喜欢收集各种宝物来装饰巢穴。如果我们顺着它找到它的巢穴，说不定就能有更大的收获。居然还有这种习性的妖兽！鸭类确实有喜欢收集东西的癖好。小蕊，给他上一个寻迹印。没问题。现在带路吧，希望我们能有好收获。看来他的老巢就是这儿了。这也太多了吧！看来那只乌鸦还真有收集宝物的习性，只不过这么多年的积攒，如今却便宜了我们。每个人都挑几件自己用得上的，剩下的全都收进乾坤袋里，回去后大家再一起平分。哇，我的天，发财了，发财了！白虹剑、赤金铠甲、冰宫玄剑，这都是上品以上的法器啊！还有这么多高品质的灵石，那我就要这个了。来，这个给你，这件法器你可要收好。这是？这块领域内封印了奇兽梦劫的精魄，此兽极为擅长潜伏隐匿，激活它后能帮你隐匿身形一段时间。哇哦，这东西可是躲避追踪的保命神器呀！师姐，我也想要。你又不是咱们中修为最低的，要这个干嘛？而且咱们有传送符，在秘境里这玩意儿反倒是有些鸡肋了，只能拿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多谢师姐了。东西都拿好了，咱们就走吧。你小子，没想到听你的还真发了财。师姐说你是个好运的人，还真是没说错啊。运气而已。那么接下来，陈师弟，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哪？这个嘛，因为我的原因才改变了方向。虽说似乎避开了什么危险，但师姐的应龙之血没了。要不还是回去找找看那个龙骨木。要不我们还是回原来的方向吧。可以。不是吧？那龙骨木就这么凶险？萧芷和、南辰这样的金丹期高手，换了装备都没法跟着师姐活下来，我估计就更没戏了。啊！林诗雨，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们会在这儿？你们找到机缘了？混账！那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搜索范围。喂，谁给你规定的？先来后到，不知道吗？有能耐就自己找嘛，别看见别人找到好东西就瞎嚷嚷。好了，既然我们五师兄要这儿，咱们就让给他吧。走。好，我们走。林诗雨，你个，别再给我看见你！又是这个。照道理来说，其他宗门弟子也拥有传送符，想要击杀非常困难才对。看来这处秘境果然会发生什么大的变故。陈云，接下来想好打算了吗？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去抢劫其他2个宗门的人。找到了，一进来就有大丰收，真没想到这儿居然有地龙弦，这东西可称得上有价无市啊！咱们运气真不错。什么人？进城搞偷袭！大姐，把好东西都交出来。就凭你们几个也想？师兄，这就是情报里凌霄宗那个首席，恐怕咱们怕什么？打不过就溜。难道咱们连动手的胆子都没吗？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的实力。我们玄武学院可不是他们这种娇生惯养、连血都没见过的弱鸡。
束手就擒，不然斩了你们！只能用底牌了，借我一招断龙！师兄，垫子扎手，怎么办？要撤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给我进入今天！撤！慢着，何必呢？就这么退出数十年一次的秘境，你们可就什么收获也没了。那也总比被你们抢走好。那不，我们可是文明人，我们只抢一半。哦，合着你的意思，那我们还要感谢你了？抢一半不还是抢？不，算一笔账吧。现在交出一半，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机遇。但要是你们就这么回去了，可就只有这几株地龙弦了。这点收获，对灵泉秘境来说，怎么也谈不上丰厚吧。果然，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要让他们全部交出，他们肯定宁可离开，也要让我们一无所获。但如果只要他们一半，他们就愿意考虑了。当然，如果你们之后还是找不到机缘，再不济也可以去抢比你们弱的队伍嘛。你们也只要他们交出一半，这笔损失不就补回来了吗？好像有道理啊。咱们打不过他们，还打不过其他队伍吗？师兄，这次要就这么回去了，咱们的收获可太少了。还有这么多天，肯定能找到其他机缘或者其他队伍的。可以，地龙先给你们一半，但你们不许再对我们出手，否则我们马上就传送走。当然，我们可是文明人，言而有信。品相还不错，回头我可以用它们炼制几味丹药给大家。接下来咱们去哪儿？继续找其他人还是……边找边走吧。我们就往这边。我们就往这边。走了。靠！这帮人不守武德啊！这混蛋修为高了不起啊！走，我们也去找比我们修为低的队伍。别打！别打！好了，都走吧。近期机缘，在西边的山涧底部发现龙纹黑金。哇，我的天！锻造灵气的上等材料龙纹黑金，发财喽！发财喽！你们给我等着！大家都不要冲动，一起交出你们的一半收获，我保证不会有人受伤。你丫的谁呀？混账！是可忍孰不可忍！有本事就来过招！都在这儿了，那一半。你们可得守信啊！你们走吧，我说话算话。快跑！快跑！哦，大腿果然是对的。哪怕最终收益由我们5个人平分，但如果没有加入师姐的队伍，光靠我的实力，可没法强取豪夺这么多收获。这次秘境之行还真是来对了，我的百宝袋都要装不下了，感觉我接下去几年的修行资源都不用发愁了。光是收获的灵草，就够我用好久的了。不过咱们也不要掉以轻心，这几次能赢，全都是靠林师姐够强。加上我们遇到的人也确实都不怎么厉害。玄武学院和归元宗的最强弟子，大概什么修为？至少也是金丹4、5层，不会比师姐差太多。要是遇上了硬茬子，我们几个恐怕只能拖师姐后腿了。怕什么？总感觉你这家伙带路，咱们运气就特别好。运气而已。
那就希望咱们的运气能一直好下去吧。接下来去哪儿？记得刚才有个人的机缘，好像是在东南边的。啊！又改变了，我明明还没……难道前面有危险？我们换个方向吧。嗯？怎么了这是？奇怪，方向突然改变了。啊！他们正在远离这里。你的占卜居然被察觉到了，这可真稀奇。不会是那家伙耍了我们吧？他们毕竟是同一个宗门的。风生兽的宗貌不是假的，我的占卜也不会出错。他们逃得了第一卦，也逃不了第二卦。看，找到了。现在他们正在往……啊！怎么可能？我的64卦占卜术又被察觉了。到底怎么回事？机缘一直在反复变化，难道是有什么人用某种方法追踪我们？保险起见，多改变几次方向。嗯，没事，跟着他就行。啊？怎么可能？我从未失算的卦完全失效了。那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对抗我的卦术？不，我不会就这么输的。我一定……停下，别再继续了，再这么下去，失败的反噬会要了你的命的。带他去治疗。殿下，您是要……埋伏看来是失败了，但至少我们知道对方的大致方向。林诗雨那家伙，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他。你们尽可能跟上来。大家的机缘都不再变化了，看来是安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针对我们。这一趟的收获已经够多了，接下来只要师姐能够获得龙血，或许有没有可能我能把师姐的龙血给……不行不行，师姐对我有恩，我在抢她的东西，我和楚浩然还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我的实力恐怕也不允许我参与进去。只要林师姐越厉害，我这抱大腿的也就越安全。有人过来了。什么？我们已经……总算找到了。林诗雨，你最近可是很嚣张啊，抢了我们玄武学院这么多人。哼，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长公主殿下。这家伙，那是玄天王朝的长公主洛曦，玄武学院如今的首席。曾经在两派的比斗上被师姐打败了，听说之后一直怀恨在心。这家伙也和师姐一样，进入了龙骨墓。怎么，长公主殿下要为他们打抱不平？哼，胜者为王，难道不是你们玄武学院一贯的信条吗？那群废物，实力不济有什么可说的？但今天既然让我逮到了你，我就要让你知道，我已经不再是3年前的我了。那一年，你挡下了我2枚蜉蝣，就让我看看，现在你要怎么挡下这6枚。给我化为灰烬吧！师姐，很好，看来这些年你也不是没有进步，可惜比起我还是差远了。你靠着你那头风生兽能躲过，我倒要看看你的部下能不能躲开。喂，不是吧？做了这么久的仙气，欺负弱小，算什么好汉？她本来就是女的，当然谈不上什么好汉。这才对嘛！来吧，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凌霄宗的天之娇女。师姐要动真格了。不对，师姐，后面还有增援。跟紧我，要撤吗，师姐？和那疯丫头打，咱们又捞不到好处。走，小风，让大家都跑起来吧。别想逃！
那是什么？不清楚，注意屏息，冲过去试试看。殿下，山谷内情况不明，还是先稍作休息，恢复灵力吧。我的卦术也需要时间恢复。灵泉秘境何时有这样一个迷雾山谷了？明明从没记载过。确实蹊跷，不过灵泉秘境一直在扩大，出现新的地形也不足为奇。没事，似乎只是普通的雾气，不是什么瘴气。看来那家伙是暂时不会追来。幸好这边有这片浓雾。辛苦了，小风。不过再辛苦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把这里的雾气吹开些。哎，这是……不对劲，这不是自然形成的雾气。没错，看来是有人在这里布下了大型阵法。阵法？可是谁在这儿布下的？不是我们凌霄宗，似乎也不是玄武学院。那么看来只有归元宗这个可能了。不过他们在这里布下这样一个大阵，是想干什么？无非就是有人想在这里打什么主意，不希望被人干扰呗。难道龙骨木就是在这儿？小蕊，能找到路吗？放心吧，师姐，阵法这一块我可是专业的，你就等着吧。怎么散了又聚在一起？果然，除了掩人耳目的雾气，这个阵法还有能让人在其中迷失方向的效果。不过，要是以为这就难倒我，就太小看人了。寅卯为木居东方，巳午为火居正南，申酉属金位在西，亥子属水在北边。找到了阵眼的位置。这是……怪不得一路上遇到的归元宗弟子不多，原来都在这里。不过，他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怎么了？被发现了。有人破解了大阵，估计已经看到这里的一切了。墓穴的入口马上就要出现了，而我讨厌变数。再派几队弟子去加强阵眼附近的防守，一只苍蝇都不许再漏进来。是，首席。看来归元宗正在试图从湖底下发掘什么东西，而且为此不惜召集了这么多弟子，还布下大阵。龙骨木应该就在那下面，只是没想到是归元宗的人正在准备开启。估计是上一次秘境开启的时候，归元宗就有弟子隐隐约约探知到了那湖底有好东西，所以这次就决定赌一把。这么大阵仗，那得是什么样的宝贝啊？咱们要不试试看，能不能抢一波？安小蕊都说了，一大堆归元宗弟子在那儿，咱们再抢也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吧？陈师弟，你有什么想法？既然已经被发现了，归元宗肯定会加强阵眼处的防守，强行突破和潜入恐怕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得找帮手。你的意思是，我们把凌霄宗的弟子也都召集过来，然后和他们拼一波？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咱们的弟子都在秘境各处分散着，光是找人就要花费大量时间，恐怕这期间，对方早就拿到里面的机缘了。不，我的意思是，咱们在这迷雾大阵的外面，不就有一伙天然的帮手吗？殿下，前去里面探路的弟子，最后都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间又回到了山谷外。林诗雨呢？他难道没出来？目前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应该还在这山谷里，并且……怎么了？他们好像正在靠近我。还在守着我呢，洛西妹妹。可恶！所有人都随我来，别让他跑了！
下来往左走，前进200米，再往右，注意慢点啊，林师姐，别把他们甩丢了。没问题。殿下，他的屠门弟子不见了，恐怕一群乌合之众，难道还想埋伏我不成？继续追，看他往哪里逃！都听好了，首期马上就能打开墓穴的入口，那里面的机缘只能属于我们归元宗。但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了这里，一会儿如果有人不自量力闯上门来，都知道该怎么做吧？放心吧，师兄，裴元宗服我们，我们明白的。请转告首席，让他放心。来了，一臂，不要出声。是侦察的法器吗？看来正主就在后面。按兵不动。上，不留活口！埋伏我，你们这是自寻死路！成功了！看来你的法子奏效了。你这招祸水东引可真坏。接下来就看你的了，陈师弟。交给我吧。这些怎么好像是归元宗的弟子？确实是归元宗，殿下。而且这里的雾气要淡很多，很可能就是阵眼。混蛋！我们被林诗雨那家伙耍了。天知道归元宗在这里准备干些什么。混账，敢下死手！我今天休想走！拿下他们！等等，这里面有误会，我们一群垃圾，给你们脸了，随我冲散他们！终于出现！所有弟子听着，准备随我！不好了，玄武学院的人打上门来了，兄弟们都招架不住啊！什么？玄武学院？这是见鬼！怎么是这个疯女人？住手！是你啊，叶然，这里面的好东西，我玄天王朝也要占一份。安小雨说的阵图，到底在？那是，找到了。你到底怎么说？给句话。这疯女人确实不好对付，不如先将计就计，稳住她，等到了墓里，再想办法解决她。别激动，长公主殿下，既然被你发现了，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好好合作。反正据我所知，这龙骨墓里的机缘可不止一个，我们应当联合起来，不被其他人占领。洛西殿下，阵图已经破坏掉了。什么？你不是，那家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混账，竟敢玩阴的！对决他们！那是怎么回事？下面的无丧说不定有大机会，走，去看看。他们乱起来了！归元宗弟子车到入口，结阵迎敌！不行，不能让他们如愿。现在局势还是对归元宗有利，必须出手了。我们上！哎呦！林诗雨，我就知道是你在搞鬼，你敢算计我？哼，少废话！这个机缘，你要是想分一杯羹，就和我合作。想得美！这里面肯定有难以想象的好东西，咱们人都不如归元宗多，要是想夺取，姑且就先合作吧。可恶，真让人不爽啊！别以为我怕了你们两个！所有内门弟子，用归元秘法援助我，快！归
归元宗的秘法果然厉害，竟能将这么多人的灵气增幅给一个人。两个无知的女人，见识到我们宗门秘术的厉害了吗？识趣的就现在乖乖退下，你们是不可能战胜这个状态下的我的。这招实在是太赖皮了，这下怎么办？陈云，给我破！混蛋，这家伙什么时候？该死的无耻小人！快一起拿下他！果然，这些人的灵力都拿去维持屏障和供给给那个叶然了。不愧是陈师弟，适合当老六。无耻之徒，我宰了你！陈云，快躲开！躲得了吗你？拿命来！这家伙不陪你玩了，先走一步。无耻的家伙，此地机缘只能是我的！你们这些废物，给我死守住这里！再敢放一个人进来，回去遵话伺候！守在那里！尽可能召集宗门弟子过来，我先去救陈云。林诗雨，你这家伙！不好，那家伙的剑气！剑气消散了，怎么回事？这是我的灵力也全都不见了。小子，看你往哪里逃！你居然能接住我的剑，这怎么可能？不只是我，这家伙的灵力也消失了。陈云，你，小风，这地方所有的灵力都消失了。林诗雨，看你往哪儿逃！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呢？糟了！如果在这里所有人灵力尽失，那么唯一比拼的就只有每个人的武技。目前我和师姐在人数上占优势，可外面的入口被归元宗的人把持着。师姐拦住他，别让那家伙喊支援！别想走！闪开！没了你那些同门的灵力支援，你的剑技也不过如此。混账！你这家伙！是你，刚才那个偷偷摸摸的家伙，要不是没有灵力，你这种垃圾，我随手就能解决。得了吧你不也就是靠着那几把仙器，立刻投降，我考虑不伤你。你休想！我可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快躲开！不好，是这个墓穴的防御机制吗？先走一步了，休想走！你们都给我等着吧，我这就喊人来。该死！要是归元宗的人都冲进来，我和师姐剑技再好，也双拳难敌四手。陈云，小心！师姐，往里走！两个都是神经病，没了灵气还敢往里走。天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威胁，我可不奉陪了。怎么回事？传送符居然失效了！喂，等等我！那些石像应该是追不到这里了。陈师弟，你觉得这家伙该怎么办？没有机缘，也就是说，只要谨慎处理这家伙，应该构不成威胁。
传送符还真的失效了。师姐，如果我们在这里干掉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们敢？这个嘛，玄天王朝本来就一直对我们这种大型宗门敌视，如果他们的长公主死在了这里，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麻烦。毕竟叶然也知道，他最后和我们在一起，难保归元宗不会联合皇室针对咱们宗门。既然如此，就暂时先饶他一命。如今我们灵力全失，正好也缺一个探路的。这个该死的铁王八阵，完全突破不了。各位，我又找到几个同门弟子。再稍微多来点人，配合玄武学院的那些家伙，应该就能突破敌人。修仙回来了！所有人，大金元就在这里面，都随我进去，给我炸毁这里的通道！什么？不好，阻止他们！这下糟了！这是什么？灵力！我的灵力为什么消失了？都别愣着，冲过去！凌霄宗的家伙已经抢先了，他们也没灵力，只要找到机缘，就是我们的。真是一群蠢货！走吧，看上去他们似乎追过来了，希望那些石像能多帮我们一点忙。这是什么？这里好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那是真龙的尸体吗？可如果连龙和凤凰都陨落在这里，这会是什么样的战斗？不管是什么，赶紧跑吧！归元宗的家伙就要来了，落到他们手里，咱们可没有好下场。去那儿！这些人身上的衣服，他们至少是数千年的强大修士。你怎么知道？我可是皇室长公主，这些宗门哪怕早已消失了，在我们皇族的秘籍中都有过记载。你们凌霄宗和当年的这些修士宗门比起来，就是个不入流的宗门。那你们玄天王朝那时候也不过是一个三流的小家族。哼，这种修士死在这里，肯定有遗留下的宝物。怎么可能？为什么一颗灵石都没有？不应该，那个时代的修士身上不应该有什么法宝吗？他们在那儿，快追上去！他们用不了传送符，立刻干掉他们！现在怎么办？别担心，继续前进吧。只要比他们先抵达。不对，不能就这么前进。不，我们反击，就在这里。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修为和灵力，你要我们3个人打他们几10个吗？我们所有人的修为不在了，但武技还在。我相信师姐你的剑法，而且这里地形复杂，敌明我暗，我觉得可以打。好，我们就会会他们。疯子，你们2个都是疯子吗？把符油还我，我不会再陪你们了。你们俩找死，别带上我，还给我！别犯傻了！现在叶然那家伙摆明了要不惜代价干掉我们，独吞纪元。咱们现在是一伙的，你想活下去吗？那就好好听从我的安排，这里可没你的那些手下拥护你。可是我的战斗力都是靠符油和阵法，现在的我完全没有。那就听我安排来，我会尽可能保证你的安全。躲起来了吗？给我去搜，找到他们全部干掉。接下来，不管机缘在哪儿，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是。
谁？是那个灭了我们很多人的混蛋女人！别怕，她现在就是个废人。对，抓住她！还是个皇室子女，林守熙一定有赏！有埋伏！在那个方向，他们遇到敌人了。谁？不！你们找到人了吗？什么？我宰了他！果然，归元宗的弟子们平日太过依赖结阵作战，如今修为全无，又彼此分散，简直是逐个击破的最好时机。小心！果然来了！凌霄剑法，虽有其形，却无其韵，怕不是别人给你的建议吧？真垃圾！你有资格说我？没了同宗弟子的灵力加持，你的剑技也就是2流水准。同为首席，你和师姐相比，差得远了。等我撕烂你的嘴，你就知道后悔了。首席在那儿，快去放！可恶！你竟敢！想都别想，你的对手是我。叶然真的成功了。归元宗主修炼器，对武技的修行远不如其余2门，唯一值得小心的就是叶然。虽然他的剑技不如我，但我想留下他也没那么容易。一旦僵持住，其余人包围过来，如果是其他普通弟子，师姐，你能同时对付多少？3人以下没有难度，5人左右我也能想办法逐个击破。这不还是没法打吗？他们又不是傻子。那就分割他们，这里就是我们的预设战场，毕竟这里只有一条通道。我来吸引叶然上钩，师姐，你负责围点打援。啊！叶然的剑技虽然一般，但也至少是和武哲一个等级的，你对上他可能会有危险。对，但他已经受伤了，而且他和武哲一样，有一个弱点，太过自傲，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就会特别恼怒，而这就是我的机会。这垃圾，给我滚开啊！没了其他人的灵力加持，你也不过如此。徒有其表的归元宗首席，给我！有破绽。难以置信，但继续下去，他们俩就要赢了。不管是谁赢，接下来对我可都不利。赶紧先远离他们。你这无耻的垃圾！如果不是，我一剑就能劈了你。尊贵的归元宗首席，看来似乎从来没有受过伤啊！你仗着自己的身份高高在上太久了，以至于你没有发现，如果一旦没了修为和其他人拥簇，你就什么都不是。你继续激怒他，最多再击中2次，他就完蛋了。快逃啊！什么东西？这是师姐，快跑啊！快跑！首席，快走，我们断后。那是什么鬼东西？不知道，可能是在这逝去的修士亡魂。这次完蛋了！不可能啊！我没有，还不快走！你们安全了，那些亡魂暂时不会追到这儿来。啊？你们3个，我建议都别冲动，你们也不想再被那些亡魂追上吗？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能操控浮游？对，
明明这是我的法宝，你为什么可以操控它？你的法宝？不，这是我曾经遗落在灵泉秘境内的东西，仅仅是你的祖圣捡到了它，并把它带了出去而已。并且浮游的真正用法可远不止武器这么简单。那请问你是？啊？这是我过去的样貌，我是这个古老墓地的守护者，而现在这里的封印正在慢慢失效，那些亡魂就是从中逃出来的。我需要你们帮我加固封印。封印？这个秘境就是为此而诞生的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千年前，来自尸骨道的一条空间裂隙被打开了。这座城池的修士们为了阻止数不清的亡魂涌入人间，将整座城市连同方圆100里的土地封印进了秘境内。真没想到，几千年后的人们居然彻底遗忘了这段历史。那些神兽也是在那一战里逝去的吗？那该是多么惨烈的战斗！可我们现在灵力全失，只是普通人啊！而且这事听着就很危险，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做？因为我的主要力量都需要用于镇压封印，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放心，有我的指引，你们一定可以成功完成仪式，重新封印那些亡魂。想让我们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应龙、凤凰和麒麟的精元怎么样？服用了它们，你们就能得到其血脉传承之力。你是说真的？可你拿什么保证？几千年前，这些神兽们为了镇压此地的亡魂，陨落于此。我作为这个墓地的守护者，收集了他们的一些精元。只要你们能帮我加固封印，我可以赐予你们。我和我的人可以帮你，不过他们……你们修士依旧还是这么好斗，完成仪式至少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才行。如果失败了，你们可是什么也拿不到哦。好吧，既然如此，看来我们只能暂时合作了。总感觉这家伙的话不可全信。是他，不惜代价，无耻！走，就是现在！赶紧去给人引开他们呀！这样下去，咱们全得完蛋！你们归元宗现在人最多，要去还是你去？赶紧做决定，不然可就晚了。你们几个，不惜一切代价引开那些亡魂！如果能回到归元宗，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还不快去！宗门培育你们就是为了今天。就是这里了。接下来，只要你们……等一下，我们的报酬呢？我的人几乎全没了，你必须把报酬给我，我才会帮你。别提，我这不是正要给你们吗？这是……对，他们分别是应龙、凤凰和麒麟的精元，这可是此方世界早已消失的神兽的遗产。要是有了这样的机缘，我就能一步登天，接管归元宗。那些胆敢不服我的人，通通都要付出代价。如果有了凤凰的血脉，你会如何？如果我能继承凤凰之血，我父亲，还有那些可恶的大臣和皇亲国戚，和我那些不成器的皇帝皇妹，他们有什么资格阻止我接替皇位？欲望的气息。什么？师尊，我没有让你失望。真奇怪，你就这么不想要这份机缘？木须作假，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烛龙。你要我们干的，也不是加固封印，而是解除封印。
我早该看出来的。我当然不是什么烛龙，我本没有名字，但你们修士曾经给我起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称呼。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鬼东西很明显在利用师姐他们3人打破封印。既然如此，就把其他2个人给。你，他们曾经称呼我为祸神，因为我以人的贪念为食。所以，什么噬骨道的裂缝根本就是胡扯。那些修士，那些神兽，是为了封印你才牺牲在这里的。是啊，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和这片空间隔绝在了这处秘境里。即使过去1000年，那些亡魂也在下意识地守护着这里。可惜，你们外界的人类早已忘记这一切，为了一点遗留的财宝，居然还不断地把人送进来。尤其是你们几个，能一路闯进来，我深感欣慰。几千年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人能发现这里，也多亏了你们不断产生的贪念，让我恢复了一些力量。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奇迹本身，我能将贪念化为现实，是你们从群星之中将我灌来，而后却又不惜代价要将我封印。倒是你，远古神兽的传承放在眼前，这样的机缘，你居然一点都不想要。想要，但仅仅是这，你休想诱惑我。是吗？那这样，这是我怎么会被神宗效劳？想想看，这样的未来，难道你就不想去实现吗？只要你想，我可以帮你把世间万物都掌控在手，把一切都收入囊中。对，只要你想，所有人都会对你臣服。我倒确实认识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最终却落得一个终身残废的下场。而我，曾经就是被他欺压的人之一。世间万物皆有代价，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么无害，那些远古的修士也不会不惜生命也要将你封印于此。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判断，你就是一个纯粹的灾祸。我灾祸？你以为我的力量来自何处？你们这些自诩清高的修士，又比我好到哪里去？既然你不想要力量，那你就化为灰烬吧！萧峰，就是现在！什么？这是……该撤了，师姐。怎么回事？本座不是已经成为……不对，刚才发生了什么？啊！可恶！你这狡猾的老鼠！他要突破封印了！这太好！灾祸！代价！糟糕，我们要往哪儿走？塔顶那里一定有活路。你怎么知道？相信我，我们一定能活着出去。只要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长老他们。快！可恶！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这些可恶的修士，还有参与，你就迟早会打回来的！看着吧！快，赶紧！殿下还在那边。啊！这是怎么回事？地震了！这是灵力恢复了，我们出来了。
师姐，你们可算出来了，里面发生了什么？殿下，殿下，你没事吧？天道不公啊！结果居然是我归元宗的人伤亡最惨重，这群可恶的奸诈之人！这气息至少也是一件仙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宝物？这莫非就是大长老夺得的机缘？聘期机缘，于3月后在灵泉秘境中夺得上古仙器陈氏壶。可秘境不是……这是上古仙器。是师傅。大长老，可秘境不是有最高门槛吗？他们是怎么……不好，这是祸神的计谋，都当心！我的天哪！大长老和另外2家的坐镇长老围着那个仙器打起来了。躲远点！元婴期强者之间的战斗根本不是我们能参与的。凌霄宗弟子听令，所有人立刻撤离秘境，回到仙州后即刻返回宗门。走吧，陈云说的对，继续待在这儿，万一被波及，咱们一个都活不了。总算回来了。师姐，你们在那个墓都发生了什么呀？连整个秘境都发生了异变，很复杂，恐怕一时半会儿根本说不。师姐，这是……好强悍，甚至还有一种神圣的气息。这是什么绝世宝物？林世远，看看你们整出的动静，你们到底在那墓里干了什么？这是某种神兽的精血结晶。凌霄宗，这是没完！此事我归元宗记下了。师傅抢到那件仙器了，这下糟了！这是祸蛇抛给我们的饵，上古仙器都能问世，还被我们凌霄宗独占了。哪怕我们解释再多，其余2派今后只会更加不甘，绝不会放弃继续探索灵泉秘境。祸蛇迟早会突破封印。你说的不错，此事我们必须和师傅他详细说明。没想到灵泉秘境的真相居然是这样，真是难以置信。现在看来，整个秘境的所谓机缘，都是那场上古大战的遗留物，而祸蛇对整个秘境都有着一定的干涉能力。修士们被眼前的利益吸引，期间诞生的贪念不断被他吸收。这次我们才能彻底结束，真正解开封印。可将来，哎，管他呢！这祸蛇就算真跑出来了，也轮不着我们这些小角色操心。至少这一趟，我们可是赚翻了。对，大家赶紧来分吧！拼死拼活忙活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好哎，好。我要这个。这趟收获确实惊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修行资源了。但最大的收获……哟，你们都在呢。师姐，大长老和你说啥了？陈师弟，和我单独聊聊吧。在秘境里的详细经历，我已经全都向师尊汇报了。此事等回到宗门后，他会和宗主还有其他长老共同开会商议。那块凤凰血晶，师父也看过了，等回到宗门，会立刻为我开展传承仪式，帮我更好的融合凤凰血脉。血晶必须传承仪式才能融合吗？毕竟是神兽的精血，以凡人之躯承接，必然会有风险。传承仪式能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也能更好的融合。这……我说陈师弟，你是不是也拿到了什么东西？不瞒师姐，当时趁着一片混乱，我趁机拿到了这个。师姐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你若是相信我，此事千万别和任何人说。你是担心？虽说秘境中的一切所得都归弟子所有，但这毕竟是在此方世界早已消失的神兽血脉。我师父多年来一直视我为女儿，当然不会和我要，但其他长老肯定会眼热得很啊。所以你可知，你一个小小内门弟子，若是被人知晓得了有子之人，会引来多少强权豪夺？哪怕这是你拼了命得到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小儿痴心过闹事。好东西谁都想要，换谁都一样。所以，师姐，你有什么好建议吗？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我生米煮成熟饭。啊！你别惊讶，先听我说。筑基9层了，距离凝聚金丹只差临门一脚，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昂云生师兄炼制的丹药果然给力。陈师兄，你在吗？凝烟，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到炼气6层了，长老他们可算是放我出来玩了。倒是你，陈师兄，秘境之行后回了宗门，怎么也不来找我？不愧是通域凤髓之体，短短几个月就从0到了炼气6层，估计再过个小半年就能筑基了。哎，我当初可是在8层卡了快2年，我的资质可没师妹你这么好，只能拼命修炼了。这次秘境之行收获颇丰，当然要更加努力。劳逸结合啊，师兄，这次难得我放假，和我一起去集市逛逛吧。好吧。说起秘境，林师姐这次可真是要一飞冲天了。哎，师兄你听说了吗？师姐在秘境里获得凤凰精血，马上要进行传承仪式，成为黄血修士。这事儿传得这么广了？那可不，整个宗门都在议论纷纷呢，都说这可是修仙界几百年里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啊，对了，听说玄天王朝的长公主也高调宣布她获得了应龙之血，一龙一凤，只要他们俩成长起来，将来必定能各占一方。啊，林师姐可有对手了呢。洛曦自己高调宣布，而不是玄天王朝，莫非玄天王师？凝烟师妹，武哲师兄，你瞅啥呢？谁瞅你？让开！我在和凝烟师妹说话。但我不想和你说话，武师兄，你别再来打扰我了。我和你先前那些只是一些误会，凝烟师妹，还请你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我会让你明白我的诚意的。可是我说了，我不感兴趣。凝烟师妹，你先别急啊。好了，凝烟师妹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武哲师兄，死缠烂打，未免有些难看嘛。哎，那不是武哲大师兄吗？好像是。那位师妹不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真传弟子吗？这是在干嘛呀？另一个是谁啊？区区内门弟子，居然敢……小子，别以为有林诗雨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在我面前嚣张。是。不过说起来，林师姐可是要成为这世间罕见的黄血修士了。倒是武师兄，我先祝你身体健康，修为有成啊！怎么，武哲师兄要动手不成？身为真传弟子，一强欺弱的名声传出去，可不太好啊！你最好小心了，林诗雨可不会时时刻刻护着你。妒忌真是让人面目全非啊！陈师兄，武哲好歹也是真传，将来迟早会接替长老之职，这么得罪他，会不会？我早就得罪他了，迟早会被针对的。更何况，区真传而已，今后的我……陈师兄，你放心，今后不光林师姐，等我修为高了，我也会罩着你的。那我就先谢过师妹了。说起来，这个武哲是怎么缠上你的？好像是因为我的体质不是通域凤髓之身吗？听说日后若是和人结为道侣，可以让对方洗髓易经，修为大进。还有这么回事？怪不得这武哲死皮赖脸的缠着你，
估计知道林师姐成为黄血修士一事，所以才急着来谄媚于你。这家伙是缠你身子。那家伙当初要不是陈师兄和林师姐你们帮我，我恐怕连宗门都进不了。如今厚颜无耻凑过来，我才不会给他一丝好脸色。算了，不提那家伙。陈师兄，我们赶紧去市集吧。混账东西！区一个刚升上来的内门，三番五次的坏我事情。还有林诗雨，上天为何如此不公？谁在？爹娘，让你办的事如何了？那个王宁烟他，看你的面色就知道没办成。哼，成事不足。你少在这儿摆你的架子。一个乡下来的土丫头，咱们侄儿看得上她，那是她的福分，竟然还敢给我们儿子甩脸色，真是不知好歹。你懂什么？那是百年难遇的通玉凤髓之体，宗门里不知道多少人盯着呢。现在那个林诗雨又走狗屎运得了凤血，他师父也替宗门抢到上古仙器。若是侄儿再不争取，将来这宗门就没咱们一家的立足之地了。你以为你这点修为和炼丹的本事，凭什么能掌管丹药阁？还不是因为我？将来宗主退位，若是大长老掌管了宗门，你觉得咱们一家还能保住现在这一切吗？那你说怎么办？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准备了这么贵重的礼物，那丫头就这么不给面子？爹，这次是因为有个混账搅局。哼，是林诗雨那丫头的人，还发掘了天级资质的王宁烟。此人以区外门弟子的身份攀上这两人，倒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掌门早已传下话来，不得强迫和干涉王宁烟挑选道侣。此人对王宁烟有大恩，已是拔得头筹。若是任其发展，恐怕大长老和林诗雨那一脉又要获得一位前途无量的弟子。爹，那小子三番五次坏我好事，估计就是受了林诗雨的指示，咱们不能不管呀，得想个法子。哼，此人我自有办法。只是我想要去3楼挑几本新的功法和武学。老夫没记错的话，上一次见你连筑基都尚未到，如今却已经快要迈向金丹，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只是运气好罢了。去吧，去吧。果然，相比2楼功法要少很多，并且人也很少。3楼的功法典籍已经是宗门所有弟子能获得的最好了，再往上就只有真传那一档。理论上，一旦等我融合精血后，肯定也会被收为真传。但生米煮成熟饭，师姐的意思是，等传承仪式所需的场地准备好，我带你进去直接开始仪式。等你融合麒麟之血，宗门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难道他们还能把一位灵血修士逐出师门不成？此法倒是可行，但是什么？太容易惹人嫉妒了。你怎么还担心这个？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惹人嫉妒，我是说凌霄宗。凌霄宗？灵泉秘境的这次事变，凌霄宗已经获得了上古仙器，外加一位黄血修士。对比只获得一位龙血修士的玄天王朝和什么都没有捞到的归元宗，凌霄宗已经获得了太多的好处。3派之间本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再出我这么一位灵血修士，傻子也知道将来的天下大事是凌霄宗的。其余2派，尤其是归元宗，会无动于衷吗？你说的的确不无道理。神兽之血只代表未来，而不是当下。如今归元宗和玄天王朝若是联合起来，陈师弟虽出身平凡，但目光却长远，连我都没有思考到这一层过。唉，麒麟精血实在是太过珍贵，宗门肯定会没收，顶多补偿我一点好处。不上报，我们就只能铤而走险。那就铤而走险。
神兽精血是我和师弟你拼死从祸神那夺来的，宗门凭什么没收？是我们的，就谁也抢不走。至于归元宗和玄天王朝，师弟你也不用担心，有我师父，还有掌门他老人家。敌人若是想开战，那我们就奉陪。等我们将来成为元婴，甚至是化神，还会怕他们不成？师姐虽然身为宗门的天之骄子，心境却比我纯粹了不知多少。这或许就是她修行远比常人精进的原因吧。或者还有一种方法，我暂时不融合麒麟之血。师姐，你现在的修为是多少？灵泉秘境一战有所突破，我现在是金丹7层。想必等成为黄血修士后，师姐你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元婴。那时，宗门就会正式任命你为新的长老。对呀，到时候我就以长老的身份收你为真传，而且传承仪式所需的资源，我也可以先慢慢积累起来。到时候我们就偷偷的生米煮成熟饭。没错，这样一来，只要我们秘而不宣，你不展露出去，谁也不知道凌霄宗又多了一位灵血修士。不过陈师弟，你就这么放心我？那可是举世无双的麒麟之血啊！晚一分融合，就多一分变数。若说这个世界上谁能让我完全放心的将后辈交给他，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师姐了。好，陈师弟如此相信我，我也不会辜负你的这份信赖。那个，既然如此，今天开始我可要加倍努力的修炼，早日成为元婴了。陈师弟，你就安心等着我成为长老吧。所以这段时间你可千万要小心啊，乖乖等着当我的真传弟子哦。请问是陈云师弟吗？请问你是？师弟别紧张，我叫景雨燕，和你一样也是从外门升上来的，只不过比你早拜入师门。这家伙，不知师姐找我何事？我听昂云生说，陈师弟有勇有谋，遇事果敢灵活，总是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这次他在秘境收获颇丰，也多亏了你。最近宗门派发给我一个棘手任务，我一个人没把握，所以想请陈师弟帮我一把。至于报酬，肯定能让陈师弟你满意。抱歉，景师姐，我在灵泉秘境收获颇丰，暂时不想外出。别这么急着拒绝嘛，陈师弟，这是昂云生的推荐信，不信你可以看看。此女意图谋害我一事，难道昂云生也有参与？他莫非知道了？不对，麒麟精血一事只有我和师姐知道，而且昂云生也是林师姐的亲信之一，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恐怕也是被此女利用。但对方不知道麒麟精血一事，只是单纯的想要谋害我。宗门内有这种动机，还对我这么狠的人，哼哼，现在也只有一个。也好，既然敢对我动手，还被我察觉了，那就是我的机会，等着吧，武哲。不知师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既然是昂云生师兄的推荐，我也不好推辞，还请师姐和我详细说说。那是自然。长老，那小子已经上钩了。这是你师母给那家伙准备的特殊丹药，想尽办法让他吃下去，之后……江师道人修为高深，远超出我们预计。陈云师弟为了保护我，不慎被江师道人灭掉。记住，要干得漂漂亮亮的。此事若是成功，你今后就是你师母的接班人。弟子保证，此事绝不出差错，不管是谁来查，都看不出什么异样。那就是江陵庄。那就是被邪修在数日前毁掉的村子。那家伙修的是尸鬼道，这次居然屠了一整个小镇来炼尸养尸，宗门这才向我们派发了紧急任务。屠戮普通人，此人确实该斩。不过数日前，他如果不笨，
应该已经逃走了吧？就算尸鬼道的修士能跑，他刚练的尸也跑不远。敢冒着为凌霄宗追剿的风险犯下这种罪行，恐怕此人是要设法突破了。尸体都不见了，看来被我猜中了，他应该把所有尸体都带走了。去！啊，这是宗门给我的寻阴符，会追寻尸气。尸鬼道的邪修获得足够尸体后，会就近找个阴气最重的地方开始炼尸。也就是说，跟着他，我们就能找到那家伙。对。那是。这群玄天王朝的走狗怎么在这儿？玄天王朝的走狗？你是说他们是？龙阙卫在此缉拿邪修，无关人员立刻离开。龙阙卫好大的牌面，这里可是我凌霄宗的地盘。见鬼，怎么冒出来这么一群搅局的家伙？哦，凌霄宗的地盘，这么说，这个邪修也是你们凌霄宗的人？啊！注意你的言辞，凌霄宗的荣誉不容玷污。你领头的筑基6层，剩下的更低，要我拼了。若是牵扯到龙阙卫，恐怕之后的……都冷静！这位小兄弟，方才是我失言了。凌霄宗乃天下名门，怎么会养出邪修呢？想必二位也是接到了任务吧？不错，倒是你们龙阙卫，这次怎么不去欺负那些散修，反倒这么积极来降妖除魔了？好，实不相瞒，这个尸鬼道的邪修我们一直在追捕，可能是狗急跳墙了吧，逃到这附近，居然毫无顾忌地屠了一整个镇子。如今躲到了这个洞窟内，估计是想要孤注一掷，借助大量的僵尸来突破修为。你们追了我这么久，等老大我一会儿突破成鬼灵道人，马上就把你们全部做成我的尸魁。他看上去似乎想引诱我们进去。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这家伙来，不妨一起合作，如何？这是个相当于筑基8、9层的尸鬼道邪修，这儿如今已经成了他的尸洞，里面满是尸气，还不知道有多少只僵尸，十分凶险。我们龙阙卫修为都不如二位高，可不敢冒如此大险。除非什么？除非二位来打头阵，事成之后战利品我们7-3分成，二位7，我们3。你们打的倒是好主意，景师姐，这次任务有变，不如我们先回宗门汇报情况再说也不迟。反正这儿有龙阙卫的人看着出口。可恶，好不容易才把你勾出宗门，如果这次回去没法给二长老交差……陈师弟，先不急，和他们合作倒也不是不行。可是，万一这些人背后捅我们刀子……你放心。我好歹也是筑基9层的修士，他们应该怕我们才对。那这样吧，景师姐，一会儿如果找到那个邪修，你负责主要对付他，我来替你看着身后。二位不必如此谨慎，我们怎么也不可能对二位动手，不妨精诚合作，一同斩了那邪修回去交差。说的也对，哼，说的倒是好听。龙阙卫向来心狠手辣，无利不起早。信了你的话，我才有鬼。不过也正好。凌霄宗的修士一向天真，这次说不定能彻底发一笔大财。看来接下来又是一场好戏呀！行了，全都是行尸，注意前方，他们来了！小心他们身上的尸毒，别被攻击到！给我手下！这都没有被干掉。各位注意了，这玩意儿只有砍了头才会彻底倒下。这是什么声音？
他们的上面，快躲开！那东西不是普通行尸。当心，这些是利爪尸，他们的爪子带尸毒。这可恶的邪修，到底残害了多少人？喂，青面狼好大一个！都闪开！我来对付这怪物。等等，快躲开！那是自爆活尸。躲到岩石后面，别被那瘴气沾染到。景师姐，你没事吧？我方才勉强用灵力护体，但还是不慎吸入了几缕尸毒。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还没见到正主就先吸入了尸毒，接下来可怎么打？近期机缘，涉及被刺同门弟子陈鱼，从对方身上搜得麒麟精血。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计谋吗？那师姐，你现在……稍等，还好我身上有解毒丹。不太妙，我的灵力运转受阻，一旦强行周转，恐怕……景师姐，别勉强自己，你的安危重要。既然如此，接下来就由我来打头阵吧。陈师弟，抱歉，这次回去我一定好好补偿你。这是回光丹，你先拿着，一旦战斗陷入不利，你就服下它。听说这丹药服下，哪怕一口气也能救回来啊！等于是多了一条命啊！这种丹药至少上千灵石吧？不愧是凌霄宗出来的弟子，一个个富得流油啊！这丹药是打算通过这种方法暗算我吗？多谢师姐，这丹药过于珍贵，我一定会让它发挥价值的。诸位，这些回灵丹也请收下，虽然比不上回光丹，但也能在战斗中加快灵力恢复。这个邪修已经让一整个小镇生灵涂炭，事到如今，我等修士，不管是任务还是坚守正道，都必须将他拿下，否则一等他突破，还会有更多人遭难。还请诸位接下来和我们通力合作。景姑娘说的不错，这次绝不放跑内司。小心，又是那鬼玩意儿！景姑娘，不行，太厚了，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挖穿。这塌方的未免太巧了，莫非那邪修是想将我们分割开？小女娃，猜得不错。那是近期机缘，歼灭追兵后，在溶洞深处融合魔气祸蛇之牙，成为祸尸体，突破至元婴境界。这年头的修士真是个个一肚子坏水，一个比一个狡猾。啊，陈师弟，放心，景师姐，我们一定能打败他。头儿，那边好像打起来了，我们怎么办？不急，既然那邪修选择了埋伏他们那边，我们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行。你继续仔细听着，等什么时候里面没动静了，我们再想办法挖开通道。可是，这是不是有些……啊，几颗丹药就把你给收买了吗？行啊，你要当正人君子，一会儿你先进去。我就是怕，他们毕竟是凌霄宗弟子，怎么？那又如何？记住了，灭掉他们的只会是那个尸鬼道邪修。这尸魁好硬的肉身，倒是有些难处理。和我这铁尸身比起来，尔等的法器不过是玩具罢了。这些普通的僵尸交给你了。这蠢货要是被灭了，我一个人对付这尸鬼道人可有些麻烦。等他拼个两败俱伤也不迟。陈师弟，你撑住，等我料理完这些活尸就来助你。妙！
这可是我的绝技日食寒，仅仅是皮肤沾到也会，其实没有用的。陈师弟，快服用我给你的回光丹。邪魔，受死！我吃的就是我太棒了，陈师弟！刚才那是凌霄剑法吗？没想到你的剑意竟然如此惊人。师姐过奖了，我不过是……这是什么？怎么回事？我的灵力……你确实挺能打，哪怕我比你要高一层修为，也不敢贸然对你下手。对我下毒，那根本不是回光丹。错，那就是回光丹，只不过里面加了点料。在你服下后，若是吸入另一种同样无害的药粉，就会形成类似化工散一样的毒药效果。你为什么？难道你是武哲派来的？脑筋倒还算快，可惜你三番五次坏了武哲的好事，惹恼了你惹不起的人。现在把有关你知道林诗雨的事情都说出来，我给你个痛快。休想！我保证你会后悔的。我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希望你一会儿可别哀嚎着求我。谁？真是让我看了一出好戏呀！没想到名门正派的弟子，居然也会如此龌龊。假身，那人若是一起上，我恐怕只能装死脱身了。但是现在，统统在这里化作老夫的尸块吧！怎么可能？这可是二长老赐予我的保命法器，居然被这尸鬼道士两掌拍碎了！不行，必须想办法逃走。真当我只是普通的筑基修士吗？若不是为了偷取那物，导致我重伤从金丹境界跌落至筑基，对付你们这些杂鱼，又何须浪费这么多力气呢？你倒也算有几分姿色。等我处理了另一边那群龙雀卫，就把你炼制成我的新尸魁，日日夜夜陪伴我。当然，还有，你，我说过，你会后悔。青羽，你之前一直都在演戏，你根本没有中毒。彼此彼此，而且你不应该感谢我才对吗？我要是真中毒了，你可就要变成这老鬼的尸魁了。想不到这陈云看似愚蠢，居然有如此的心机。不行，若是惹恼了他，恐怕我小命不保。陈师弟，我承认我失策了。这次你若是开恩放了我，之后我一定会让你满意。哦，让我满意？当然了，我的姿色，陈师弟难道不心动吗？装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果然也不过是个伪君子罢了。让我满意很简单。请师姐，你立下心魔誓言，随我回去揭穿武哲的恶行即可。你难道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吗？那可是二长老的儿子。如果我帮你做这种事，回到宗门后，二长老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没想到不光武哲，还有二长老参与，真是惹了小的，来了老的。那请师姐的意思是，想试试我陈云的剑锋够不够锋利？疯子，这家伙绝对是疯子！如果我不发誓的话，一定会交代在这里。好，我发心魔誓言，我经理念一定会配合陈云，揭穿武哲灭我害他的阴谋。
并且在此期间绝不背叛陈云。心魔誓言，一旦违背，轻则夺手，重则丧命，倒是不怕他搞什么行动。若是不从，但将心魔吞噬，不堕轮回。陈师弟，现在你满意了吧？多谢景师姐配合，我也不想自己的剑下沾染同门的亡魂。接下来就是舔包时间，金丹修士，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哇，不愧是金丹修士的乾坤蛋，长得就是一副值钱的模样。这难道就是那魔气破蛇之牙？统领，好像结束了，已经没有战斗的声音了，只是不知道谁赢了。谁赢了都无所谓，反正他们鹬蚌相争，该我这渔翁得利。好，现在是时候拯救我们的凌霄宗朋友了，给我轰开这堵岩壁！二位辛苦了，这食鬼道人的尸体还是交给我们龙雀卫来处理吧。如此玄妙的气息，一定是好东西，绝不能让凌霄宗的这小子拿走。还有阁下手中的那块玉石，那是重要的证物，还请一起交给我们。我要是说不呢？我劝阁下还是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比较好。受了这么重的伤，难道还想与我们为敌吗？你什么时候产生了错觉，以为我受伤了就能赢我了？本来你们交出收获，还能留你们一条性命，现在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结阵！给我上！陈师弟小心，这是玄天王朝的龙雀阵，足以让结阵的所有人提升金丹以下一个小境界，并且防御力大增。景师姐，你往多好，提升一个小境界，也就是说，那统领现在有筑基7层的实力，搭配其他龙雀卫，实力确实不容小觑。若是我真的受伤，倒还有些麻烦。不过，他们进了，一个。好恐怖的剑意，好快的速度！不好，这小子根本没受伤。现在麻烦了，三人一组背靠背，不要给那小子偷袭的机会。小子，看刀！7个。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强？他居然强到这种程度，我就算不受伤，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恶的武哲，居然还和我说他的修为天赋不值一提。住手！是我们的错，不要再打了。是吗？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我愿意补偿对阁下的冒犯，只求阁下能够放过我们。放过你们？可龙雀卫贵为玄天王朝的军卫，我倒是害怕你们不放过我一个小小筑基修士啊！我林修然发誓，绝对不会与陈云为敌，并且绝对不会做任何对陈云不利的事。如有违背，但叫心魔吞噬，不堕轮回。多谢林兄理解，我也不愿意伤了和气。你杀了我这么多兄弟，还和我说和气？要不是打不过你，我就和你拼命了。放心吧，林兄，我有收敛建议，他们最多只是重伤而已。哦，太好了，还有心跳！感谢陈兄弟不杀之恩。好可怕的实力，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还有收敛建议。此人恐怕在金丹之下绝无敌手了。
这陈云的实力到底还藏了几分？难道他已经成了金丹修士？不可能！金丹修士哪里是说成就成的？这个乾坤袋中的灵石，我们玄天王朝用于修炼的玄天丹，就当做是赔礼了。倒也还算不错。还有这玄天丹，听说在筑基期的修炼丹药里也是上品。这是为何这魔气忽然躁动了起来？啊！好邪恶的气息！那是什么鬼东西？可恶！祸蛇斩上边的东西果然就没好事。那个邪修是从哪儿搞来的这玩意儿？什么？一并花瓣？小弟弟，这祸蛇本源的暴走可不是你能解决的啊，还是交给姐姐吧。聂夭夭，暗域门圣女，近期机缘，3日后用宗门秘法潜入灵泉秘境，与祸蛇交易，获得凶兽9阴精血。暗域门圣女，这暗域门是何种门派？我怎么没听过？而且，她居然能进入关闭的灵泉秘境，还和祸蛇搭上了关系。那钻石，难道是？你是何人？敢动我们玄天王朝的东西？你在问妾身？小心！仅仅只是一枚花瓣，就险些让我挡不住。这小弟弟倒是有几分实力，感觉会是个好玩具。啊，一枚花瓣就能压制住陈师弟的剑意，不好，这女人至少是金丹境的修士。小心，她消失了！能挡住我一朝霞落花，小弟弟，我很欣赏你哦。怎么样，要不要成为我的东西？好冷酷啊！不过我喜欢，我越来越想得到你了。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给我的威压，感觉比林师姐还要强上一些。妖女，说死！刺中了！不好，说幻术！圣女大人，时间差不多了。唉，算了，我本来还想好好陪他玩玩。算你们走运，今日我心情好，便不陪你们玩了。小弟弟，妾身的名字只告诉你一个，聂夭夭。记住这个名字，我们还会见面的。那妖女已经走了，她的实力深不可测，还有如此计谋，此事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了，得回去通知宗门才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身份？这等年纪就有如此实力，不该完全没名气的呀！林兄知道那女人的来历，就算我不说，阁下回宗门报告后，恐怕也会知晓。她应该是那个传说中的暗域门的人。啊，暗域门，那个已经消失1000年的魔道第一宗暗域门。没错，如果我没有看错，那女人腰间挂着的，就是代表暗域门身份的暗域坠。队长，你说的这个暗域门到底什么来头？把你给吓成这样？你懂个屁！你以为1000年前统治我们这一方天地的是谁？正是暗域门。不管是玄天王朝、凌霄宗，还是什么归元宗，都不过是后起之秀。也就是说，这暗域门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没错，此时我们得马上回去告知玄天皇朝，你们最好也通知宗门。我们就先行告辞了。我们也回宗门。好。圣女大人为何不灭掉那些人，反而要让他们回去报信？暗域门的回归迟早会被发现的，而且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让祸蛇之牙抱走的。那小子一定和祸蛇接触过。
我在他身上偷偷留了印记，他活着，对我来说更有用。既然圣女大人有所谋略，我就放心了。王师妹，我对你一片真心，你为何如此铁石心肠？五师兄，请自重，我已经说了，对你没兴趣。你难道真的喜欢那个陈云不成？这与你无关。王师妹，论家世，我乃是宗门长老之子，他不过是个孤儿；论实力，我乃是金丹7层的修士，他不过区一个筑基修士。你我2人结成道侣，才能将你的天赋物有所用，拥有最光明的未来啊！至少陈师兄才不会把我当做一件物品来对待。啊！哼，陈云，他回不来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把陈师兄怎么样了？什么叫我把他怎么样了？王师妹，你这可就有点含血喷人了。修仙本是逆天而行，何等残酷！那陈云不过是筑基修士，就是在哪里遭遇什么意外身亡，也不足为奇吧？你说是陈师兄有个3长2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哦，不放过我？怎么个不放过我法？我看王师妹，你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和我结成道侣之事吧。哼！五师兄，你居然，他居然逃过一劫，怎么可能？景雨嫣呢？他怎么不见踪影？怎么，我没事让你很惊讶吗？陈师兄，你没事太好了。你如今刚步入修炼一途，当以修炼为主，可不要被什么阿猫阿狗的纠缠，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你说谁是阿猫阿狗？咦，五师兄你还在这儿呢？我以为你很自觉的走了呢。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走了。哼！好，有种的和我去演武场上见见真章。五师兄，我可还有重要机密要告知各位长老和掌教。什么重要机密？你这借口找的太愚蠢了。怎么，不敢比吗？但我还要报告。你要真有什么机密，我来负责。怎么，还是说你想继续躲在林诗雨那个女人的后面，让她给你撑腰？好，比就比，但若是耽搁了机密也来责罚，你可要负责。陈师兄，那武哲可是有着金丹境的实力。放心，我有数。陈师弟，待会儿在演武台上，我可要好好让你体验一下来自师兄的关爱。哎，快走！听说陈师兄要和五师兄比试了，我等凑热闹专业户，这等大事不能错过。陈师兄是筑基修士，怎么可能打得过金丹期的五师兄嘛？这下有好戏看了。这还有什么好比的？陈师兄必输啊！陈师弟，待会儿你就会明白金丹修士和筑基修士间的天壤之别了。陈云自知不是五师兄的对手，所以想请五师兄先指点师弟3招剑技如何？这小子在打什么鬼主意？怎么，五师兄贵为金丹期修士，连我这个小小的筑基期修士3剑也不敢接吗？是啊，陈师兄才筑基期，五师兄也太胆小了一点吧？换我差一个大段，别说是让3剑了，就是让10剑也拿得下。这五师兄看起来有些虚名过剩啊！哼，区3剑，我也不欺你。这3剑我不用法器，仅用肉身就足矣。那五师兄，你可接好了。这短短数日过去，这小子的剑艺怎么又进步了？陈师弟，这剑艺好像不好。无耻小贼，竟然趁我说话时偷袭！五师兄这最后一剑，你可接好了。这小子前2剑的剑艺，居然还藏拙了！我的天，陈师兄，这还是筑基期的实力吗？难道修的是假筑基？五师兄用了法器，居然还留响！我倒是觉得是那武哲名不符实。
五师兄，受教了。果然，筑基与金丹有天壤之别。我用出全力加上偷袭，也不过是让他受了轻伤。好的很啊！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金丹期修士的实力。陈云，看招！这就是五师兄真正的实力吗？陈师兄不要命了吧？太恐怖了！住手！林青云，你要拦我？这可是在演武台上，你要破坏宗门规矩。事关宗门机密，陈师弟要先和我走一趟面见掌门，这场比试就到此为止。什么狗屁机密，都是借口！这小子斩了我3剑，其实想走就走，未免有点不把我武哲放在眼里了。我说你怎么有胆接我的比试？原来早就通知了林诗雨这女人来当你的挡箭牌，你还真打算一直躲她背后？我说了，事关宗门机密，你莫要自误。机密，我们同为真传弟子，什么机密你能知道，我不能，凭什么？就凭我已经是黄血元婴修士，宗门的7长老。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天啊！林师姐居然已经是元婴境界了！太好了，我凌霄宗又添一长老。林师姐不愧是我们凌霄宗第一天才。恭喜林师姐！太好了，林师姐既然突破了元婴，倒是可以聊一聊那2长老的虎须。我不信，就算你成了长老又如何？这比试是我和陈云的事。叶长，还不住嘴！3位掌门、大长老、二长老。哦，居然连常年不出现的掌门都来了，难道真有什么宗门机密？还有那景雨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可恶，这家伙笑什么？难道是他早就算好了一切？陈云，你且随我们来宗门内阁，详细汇报一下你此行的经过。掌门，在此之前，我想向掌门汇报一件事。什么事？五师兄指使景雨燕在此次任务之中对我下毒手，妄图想要将我谋害，而幕后黑手正是2长老。啊！我的天，我没听错吧？2长老和五师兄想要暗害陈师兄，这可是触犯了宗门大忌呀！休要在掌门面前胡说八道，有何证据？证据不就在掌门身边啊？景雨燕，难道他敢背叛我们？掌门，景雨燕，你作为宗门弟子，当实事求是，可不要胡乱开口说话呀！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景雨燕，你放心大胆地说，老夫在此，只要你说的是实话，老夫就能替你做主。景师姐，你我恩怨至此，若是想要了结，就看你是否诚实了。掌门，弟子犯下了糊涂事，被武哲利诱。他让我利用毒丹将陈师弟陷害灭掉，并且嫁祸给魔道修士。什么？居然是真的啊！我的天啊！五师兄居然有如此恶毒的想法！吴坤老儿，这下我倒要看你怎么办！竟然给我送了这样一份大礼！不，是假的，他说的都是假的，请掌门明察。你看看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竟敢动用权力向同门师弟下死手！爹，你……掌门，是我管教不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让这孽子干出危害同门师兄弟的罪来。我请求掌门将我那孽子发落思过崖10年，以儆效尤。而我也会补偿给陈云小友一份欠礼，当作道歉。啊！你
先将此事应下，此后我自然有办法让你出来。掌门，全是我脑子糊涂了，愿意认过。陈云，你这3钱，还有让我入四过崖的侮辱，我记下了。等我出来，我要你生不如死。景雨嫣危害同门，同样入思过崖10年。弟子认罪。陈云，你可接受这份道歉？这二长老好狠的心机，竟然将错误全推到了武哲身上。弟子接受，此事再过计较，得不偿失。而且，最近机缘，3日内与暗玉门圣女进行交易，从交易中获得天穹钟。没想到这二长老就是给那聂夭夭打开灵泉秘境的内鬼。行了，既然如此，你就先和我来宗门内阁汇报一下事情的经过吧。以上便是弟子此行经历。没想到居然和那暗玉宗有关系。暗玉宗，没想到他们居然卷土重来了。这小子居然知道这么多信息，不可久留啊！不过短期之内，我下手就太过遭人猜忌了。罢了，交易在即，就让你这小子再多活几日。此事我会和其他2大修炼势力进行商议。陈云，此次你汇报有功，作为奖励，我可以允许你在明日进入藏宝阁2层，挑选1件法宝。谢掌门，那弟子就先行告退了。此次危机虽然大，但收获也不小。除了那金丹修士的储物袋，还有二长老的赔礼。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进入藏宝阁的机会。正好，我的攻击手段有些太过单一了，多一件顶级法宝能弥补我的短板。没想到除了5000灵石，还有这一株地虎参，这可是好东西。有了它，足以让我的根骨强健几成。这鬼爪法器是魔道法器，我用不上。丹药也都是魔修的丹药，我也吃不了。这玉坠，那聂夭夭也有一个，恐怕是某种信物。以防万一，还是留着比较好。这面纱法器倒是有意思，居然能让人变换身形。感觉不错，再试试。哇，厉害呀！想不到居然完全看不出来区别，这可是件宝贝。陈师兄，抱歉，林师姐，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王师妹，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怎么会？林师姐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吴长老，弟子奉掌门之令来藏宝阁2楼挑选一件法器。老夫知道了，你且上楼去吧。记住，只能用眼睛看，挑到什么样的法器，就看你的机缘了。弟子知晓。这里的每一件法器都是极品法器，这还只是2楼，3楼上放的都是些什么？好剑，恐怕比我的飞剑都要好上3分。这可有点难挑啊！还有这样的法器。于3月后被凌霄宗弟子张全之得到，沐浴一滴神兽精血，龙魂复苏。这怎么可能？奇缘系统不是只会对人有反应吗？为什么会对一块板砖起反应？而且这张全之是什么人？居然也拥有神兽精血，龙魂复苏？难道说这块板砖内有一条龙魂？一滴麒麟精血便可以将其复苏，这龙魂恐怕是一个大机缘。吴长老，弟子已经选好了法器，
没想到你居然会选这件法器，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催化之后亦可镇压敌手，威力不俗，你当善用。弟子明白了，果然，就连元婴期的长老也没有看出来龙魂的存在。不要让我失望啊！好美味的精血！人族修士，就是你召唤的本王吗？你就是龙魂？人族修士真是太失礼了，你应该尊称本王龙王大人。明明是精魂，居然还有实体！不许戳本王的脸颊！还有，叫本王龙王大人。好吧，好吧，龙王大人，你叫什么名字？这才对嘛！本王名为敖铃铛，看在你唤醒本王的份上，可以收你做本王的第一个仆从。还有，我闻到了好多神兽精血的味道，你快把那个上供给本王。人族修士，你快放我出来！本王要生气了，本王生气可是很恐怖的。小铃铛，你刚刚说要收谁当仆人？等你想明白了，我就放你出来。还对付不了你这个小丫头。人族修士，我错了，我们做朋友好不好？里面好黑呀，我不想再被关在里面了。以后还敢傲娇吗？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铃铛很好养活的，我会自己出去找妖兽吃的。好啊，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你就叫我陈云便是。现在可以好好说下你的来历了吧？之前的事情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龙族击灭的时候，父王把我的魂魄封印在这龙玺内，说总有一日我会复苏过来，重见龙族荣光的。龙族寂灭，难怪这一方世界龙族消失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如此强大的种族也覆灭了。放心吧，陈云，你不用害怕，我会保护你的。我可是很强的，只要你给我强大的妖兽精血吃，我就能恢复到很强很强的实力。你要是很强，还会被我轻易收进龙玺中？那是因为我刚复苏，而且太饿了嘛。你要是把那些神兽精血给我，铃铛就能恢复一项神通，可以打5个不10个金丹修士，就是元婴修士我也不怕。不行，这神兽精血我有大用，日后若是有其他的神兽精血，倒是可以喂给你。那好吧，我听你的。那灵泉秘境的祸蛇手中可还有不少神兽精血呀！你既然能吃神兽精血，那上古凶兽的魂魄呢？我们龙族可是神兽之王，只要我恢复了神通，就是上古凶兽的魂魄我也吃得下去。那这2天可是有一个让你美餐一顿的好机会啊！陈师弟，你在吗？还没来得及恭喜师姐晋升长老呢。陈云，这个师姐闻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那是凤凰血脉，不过你可不许动乱心思，这可是我师姐。谢谢，我相信以陈师弟的天赋，将来肯定也可以晋升长老的。我这次过来是想和你说一下你的血脉修士晋升仪式。有劳师姐费心了，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宗门内用于晋升血脉仪式的材料虽然还有，但有3种最重要的材料在我的晋升仪式中用光了。其中赤炎玉和八王藤我还有些消息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是百妖花这种材料只有灵泉秘境中有，想要获得的话，恐怕得等到下次灵泉秘境开启才行。看来这灵泉秘境我是非去不可了。林师姐，这是我这段时间积攒下来的灵石，请你千万不要拒绝。其他的2种材料还需要林师姐多多帮忙了。至于这百妖花，我来想办法就好了。好，我也不会和你多客气，那2种材料我一定帮你弄到手。
李师姐，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能带我进长老峰吗？我怀疑那位二长老与魔教有勾结，想要去探查一番。二长老与魔教有勾结？陈云，此事事关重大，你可有证据？这事还和那位尸鬼道人以及那位魔教女儿有关系。抱歉，李师姐，此事我没法实现证明，只能骗你一次了。此事确有蹊跷。既然你有变身的法宝，我就不阻止你了。但你一定要小心，若有危险就撕开纸鹤，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多谢师姐的信任。你是怎么做父亲的？居然让咱们哲吃了这么大的亏，还进了思过崖，还让陈云那小杂种骑到我们武家的头上，是要让其他长老看我们的笑话吗？哼，妇人之见。当时那种情况，我若是不和哲儿撇开关系，大长老那老货必然不会让我好过。哲儿，我自然会找机会让他回来的，不用担心。至于陈云那小杂种，日后老夫定就让他碎尸万段。当下还是要以交易为重。我看掌门他们如此郑重，那暗狱门恐怕不简单。这次交易，我们会不会助纣为虐了？呵呵，你当老夫真心会和几个魔教余孽合作？不过是老夫在利用他们罢了。老夫早就在交易地点布下暗阵，只待交易完成，就可将那几个魔教余孽诛灭。天穹中诛灭魔教余孽的功劳，我全都要。夫君好心计。五六，暗阵你检查过了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回老爷，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照之前的计划行事，明天交易之时，你就在家中等候我的消息。一旦交易完成，就驱动我交给你的阵仪，启动暗阵，诛灭魔教余孽。事关重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谢老爷。行了，你退下吧。是。还以为差点被那二长老发现了，还好。不过此行可是收获巨大呀！还好提前调查了这五六就是二长老最信任的奴仆，才能听到这些秘密。哼，二长老啊，二长老，明天就让我给你来个惊喜吧！小铃铛，出来帮个忙。陈云，你笑得好像坏蛋啊！小孩子懂什么叫坏蛋吗？我才不是小孩子呢，我已经3000岁了。好，好，好，你不是小孩子，明天你就大3吃了。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现在你得帮我个忙，你不是说你懂清除记忆的法术吗？帮这个人清除下记忆。好了，他会以为自己之前是在梦中的。干得不错，走，我们找林师姐去。是那个身上闻起来很好吃的师姐吗？都说了，不许打师姐的主意。圣女，我们就这样交易，真的好吗？那凌霄宗的二长老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恐怕会有诈。互相利用罢了。他留了后手，难道我们就没有吗？圣女说的对，我倒是期望那二长老反悔，才好让老夫试一试新得到的法器。魔门余孽，藏头露尾、不敢见人的鼠辈！你不愧是凌霄宗的修士，果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二长老，我们还是赶快开始交易吧。可以，但是你们得先把天穹钟拿出来。不愧是在法宝中都数1数2的顶尖法器，快把它给我！二长老莫不是忘了什么？你带来的开山洋鱼呢？哼，这便是开山洋鱼，与碧海阴鱼为一对，
乃是天生奇物，有着可以积蓄力量、开辟禁制秘境的力量。以开山养鱼积蓄3年的能力，可以为你们打开灵泉秘境2个时辰。2个时辰后，秘境就会关闭。2个时辰，足够。二长老来消息了，魔教余孽，下地狱去吧！怎么回事？暗阵怎么没有启动？老鸡贼，你什么意思？磨磨蹭蹭的，想不想交易了？奇怪，3息过去了，为什么暗阵没有启动？难道出了什么变故？没问题。怎么回事？还不动手？情况不妙，暗阵似乎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办？还要动手吗？也没有问题。领头的金丹境不足为惧，但他身后的2个都是元婴境，真打起来，我们也不见得稳赢。也没有问题。领头的金丹境不足为惧，但他身后的2个都是元婴境，真打起来，我们也不见得稳赢。可若是放跑了1个，传出去我和魔教余孽合作的消息，就麻烦了。可恶的5六，回去我就把他碎尸万段！等等，啊，怎么回事？暗阵好像……陈云，我们还不动手吗？都在这儿等了这么久，好无聊啊！别急，现在就让这二长老尝尝他自己布置的暗阵的威力。既然如此，二长老，我们就……圣云，有诈！这2个无耻之徒居然……暗阵怎么把我也纳入攻击了？难道5六那小子背叛了我们？5六那小子可没这个胆子。原版的暗阵可不会以我2人为目标，我们被人阴了。暗阵虽然不至于灭掉元婴境的修士，却足以让我们分出大部分实力来应对。那几个魔修恐怕也不会安分。圣云，恐怕是有人做局，想要把我们和凌霄宗长老一并吃下来。不管是不是针对我们的，这里交给你们2人了。这是我带你们2人来的理由，别让人打扰我进入灵泉秘境中。哼，放心吧，圣女，事关教内大事，我2人绝不会让外人打扰到圣女。那人的目标是我，还是灵泉秘境？让我看看你的手段吧。费尽心机这么久，这灵泉秘境的大门终于被再次打开了。陈云，你果然没骗我！这个秘境里有神兽巨血的味道，还有好几种。不过我还闻到了讨厌的味道，那就是上古凶兽祸蛇的味道，也是我们此行最大的阻碍。放心吧，按照你的计划，只要我能偷吃到神兽精血觉醒神通，就能保护你的。不着急，先让那妖女和祸蛇纠缠，我们先去找那百妖花。根据宗门的典籍介绍，它生长在星月潭那块，倒是不难找。祸蛇之牙躁动起来，果然没来错地方。我放在入口的小禁制被触动了。这股气息，来的人怎么会是他？有意思，区区一个筑基修士，竟然能瞒过5位元婴期的修士，设下这个局。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不过，我倒想看看你这筑基修士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做些什么。铃铛到手了，我们走。不陪你们玩了。还好到手了，没想到居然有能识破我隐身的妖兽，险些没跑出来。这里充斥了讨厌的气味，我都闻不到石兽进血的味道了。看来交易开始了，我们赶快进去。是谁？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我的力量。还有暗玉门的味道。哼，暗老魔可还活着？祸蛇前辈，老祖宗已经陨落上千年了，现任的教主便是老祖宗的后代。晚辈这次来是来完成老祖宗和您的契约。陨落了？那老魔走得好。契约？你知道那老魔和我签订的是什么契约吗？老祖宗遗训中并未提及详细内容，说只要与前辈提及契约，您就明白了，并且会助我暗玉门重新称霸这一界。数千年前，那老魔将我从星空中拉下来，与我签订了契约，只要我任他驱使千年，他便会助我打开这一界的壁垒，帮助我天魔一族入侵这一界。但是他背叛了我，数千年前，暗玉门被这一界的3大修仙势力围攻，暗玉门本不会灭亡，但是那老魔竟然……总之，那老魔背叛了我，契约早已作废。念在你将我力量的一部分带来，我饶你一命。现在将祸蛇之牙供奉给我。果然不会这么顺利，现在可有些麻烦了。这老祸蛇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看来只能执行另一个方案了。怎么，你不愿意？祸蛇前辈，契约不成，我们还是能做交易的嘛。您被关在这里，也需要人助你出去，不是吗？我暗玉门就乐意效劳。小丫头胆子倒是不小，居然想要和我做交易。说说看。2个条件，1份神兽精血，以及3次召唤您出手的机会，望我们暗玉门助你逃出灵泉秘境的承诺。当然，这枚祸蛇之牙也会归还给您。你当我是蠢货吗？我凭什么相信你？就算你发新模式，你暗玉门想反悔，灭了你就是。您说的对，但您也应该知道，我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您灭了我，暗玉门将会成为您的敌人，对您来说应该更不利吧。我相信像您这样伟大的存在，一定明白承诺虚无缥缈，利益才是永恒的。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不过说的倒是没错。有了这枚祸蛇之牙，我便有把握在3年内自行突破这灵泉秘境。只要暗玉门在外面稍微牵制住这3大宗门，我便能轻易脱困。等我出去了，什么承诺不承诺的，还不是我说了算。没问题，交易成立。不过我还要加一个条件。您请说。其实当初被那老魔拉下界来的还有2位，分别是杀意之堕修罗和食欲之黄老。你们想办法弄到他们的消息给我。不知另外2位前辈在何处？凌霄宗势力范围内，你觉得他们2人会在哪里？难道是归元宗、玄天王朝？没错，而且我能隐约感知到，
被封于玄天王朝的堕修罗的气息有些许狂躁，至于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明白了，我会派教众之人去打探的。回来了，我的力量！这便是墓中所有神兽精血和凶兽精血，你自己选吧。既然如此，那晚辈就要。不好了，圣女，林萧宗给我们下了埋伏。什么？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圣女，那二长老不仅布下了陷阱，而且还找了林萧宗的掌门来，我们撑不住了，还是赶快撤退吧。只要撑住一炷香的时间，就足够了。是吗？那么，你倒是机敏，不过小弟弟想要骗我，还早了点。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还想用言语拖时间，未免有些太小看我了吧？不行，要是老祸蛇也出手，我根本活不了。只有离开，才能继续给铃铛拖时间。希望林师姐来得及。安玉门的小丫头，你们的行事不够谨慎啊！放心吧，祸蛇大人，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刚刚那人的灵力有些熟悉，是上次参加了灵泉秘境的修士。大胆，居然敢偷我的东西！陈云，你等等我！小贼，要你的命！还有活着的真龙血脉。哦，快把本王放下来，不然待会儿本王就让你好看。不愧是活着的真龙血脉，即使实力微末，也能抵挡住我的攻击。拜托了龙喜，帮我挡下这一击。小弟弟，虽然你是个很有意思的玩具，但是只有这点实力的话，还是不要随意参与不该参与的事比较好。可恶，这妖女恐怕根本就不是金丹期，而是元婴期。龙喜最多只能再挡3级。咦，普通的法器可经不起我鬼水鞭一抽，你这法器倒是不简单，只是这样可不够。这妖女修为简直堪比林师姐。小弟弟，最多再有3鞭，你的法器就挡不住了。我现在倒是想听听你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了。林诗雨，他竟然也来了。只有这点威力，不好，那根本不是林诗雨。幻术吗？耍小聪明，你逃不掉的。可惜了，如果你不来妨碍我，我还是挺喜欢你的。现在，你还是给我消失吧！同一招想对我用2次，未免也太看不起人了。不好，是剑气这样，是林诗雨本尊。想必宁萧宗也已知晓此事。不能与他纠缠，得避一避锋芒。不愧是林师姐，黄血修士的威力果然非同凡响。不，那个女人还是逃走了。她的实力不弱，只是大意之下受了点伤而已。比黄血修士的林师姐还强，被这个女人盯上，如何麒麟精血的计划得赶快安排上日程才行。对了，师姐，我们赶快去龙骨墓。那祸蛇恐怕即将出世，还有二长老和魔门余孽他们。放心吧，我已经说服了掌门他们，我是先过来救你的。掌门他们已经在外面对付二长老和魔门余孽了，
至于祸蛇，还是等掌门他们一起进来比较好。这样啊。虽然暂时解决了那妖女，但是铃铛还是被困在那祸蛇的嘴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不行，得想个办法让林师姐陪我一起去救铃铛。哼，没想到老夫最后还是栽在了你的手里。现在你终于得意了吧？早就看出你不安好心，只是没想到你居然堕落到和魔教余孽勾结。这次好在诗雨提前看出你的野心，将二长老武坤几人暂且封印。当务之急，我们得先进入灵泉秘境，加固祸蛇的封印才行。我请出了宗门至宝凌霄剑，此次不能有失。是。要碎了！陈云，你再不来，我要被讨厌的家伙吃掉了！不好，铃铛被抓住了！祸蛇居然脱困了！难道我们来迟了一步？不好！这龙血来历不凡，既是龙族寂灭时代留下来的传承之物，应当为保护铃铛有了后手。师姐，你赶快去帮助掌门他们对付祸蛇，我有自保之力的。好，那你小心。志云，有事之后再说，我们先一起压制这祸蛇。是。凌霄剑，起剑，斩！怎么可能？那可是我们凌霄宗的至宝，就算是仓促之下使用，也不可能被如此轻易拍碎。一群蝼蚁！要不是这龙族小丫头抵抗越来越强，我早就一口吃掉你们了。主人，救命啊！只要能触碰到我的本命龙血，我就能脱困。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这难道真的要任由这祸蛇脱困，祸害一切吗？要不是老夫还没能掌握那件仙器，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种无能为力的地步。快看，有人冲向了祸蛇！哪来的藏头露尾之辈？那就让你灰飞烟灭！无论那人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等等，这种时候不好，那难道是陈师弟？铃铛，接住！接下来就靠你了。交给我吧，陈云，我来让这家伙领教下真龙的力量。给我过来！你刚刚咬得我很爽啊！那是真龙的气息，这世界上居然还有活着的真龙，这怎么可能？等等，这种力量真的可能是陈师弟他吗？会不会是真龙显现？你这个小丫头，怎么可能会这等神通？就算是真龙又如何？不好，那是祸蛇的凋零祸气，绝对不要触碰，他要快退啊！这怎么可能？若你是完全体就算了，区区被封的长虫，你的萤火之光怎能触动本王的躯体？胆敢小瞧我祸蛇，就让你见识下我的神通吧！就这。这便是上古凶兽和真龙之间的战斗吗？根本不是我等凡人插得上手的。别玩了，我们快点解决他！快点解决我！你当我是谁？那人究竟是谁？竟然能命令一条真龙？哼，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通！来吧，好好尝尝这招！怎么可能？这难道是当年真龙一族寂灭后一直不见踪影的大荒玉龙旗？龙血律令，给我战！白旗盾，
祸蛇难道被消灭了？不，应该还不至于。不过，这就是真龙的力量吗？想不到那个小弟弟居然能够召唤真龙。哼，罢了，祸蛇既然被打得沉睡了，倒是我获得那些神兽精血的好机会。我等凌霄宗修士拜见前辈。我们只是消灭了祸蛇透出封印的力量，最多只能让祸蛇的本体受伤沉睡，让它消停个几百年而已，还是需要你们加固封印才行。还不知前辈可否告知身份，方便我等报答封印祸蛇之恩。你们唤老夫幻龙道人即可，老夫也不需要你们的恩情，只有一事告知。但请前辈吩咐。这上古修仙界的祸乱之源，并非祸蛇一者，还有其二。另二者分别是堕修罗和黄龙，这三者皆来自天外。什么？那堕修罗竟然有脱困之技？没错，事关这一界安宁，不到万不得已，老夫不能随便出手。所以此事还需靠你们小辈来处理。是，谨遵前辈吩咐。陈云，我的真龙化身时间快到了，我们得赶快跑路，不然就穿帮了。恭送前辈。这位前辈竟然自称幻龙道人，简直是仙人般的人物啊！可是我刚才试探了一下，这位前辈怎么好像才筑基期的样子？筑基期，果然，还真是没想到啊，陈师弟，你每次都这么能出乎我的意料。你家筑基能使唤真龙，那等仙人岂能让你轻易看透？妙云，你此番太莽撞了，竟敢用神识去探查那位前辈，幸亏他不计较。是老夫莽撞了。哎，没想到那龙骨墓中的神兽精血已经不见了。哼！哎，肯定是聂瑶瑶那妖女趁我和祸蛇纠缠之时偷走的。太可恶了，太可恶了！那个坏女人居然抢我的食物！啊！行了，好歹我们的目标达成了，你也成功觉醒了神通真龙显现。神兽精血这种东西，日后总会有机会的。真龙显现虽然强大，但1个月只能用一次，一次也只能用1炷香的时间。哎，还是要以强大己身为根本啊！哟，没想到啊，陈师弟，你居然还偷偷养了一条上古真龙，师傅他们这次都被你吓到了呢。师姐，我其实不是有意瞒着你，只是……好了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等你今后想告诉我了也不迟。啊，果然还是瞒不住林师姐啊。对了，林师姐，我这一趟已经找到百妖草了。那就太好了，这样一来材料已经集齐，这月内应该就可以为你偷偷安排仪式。多谢师姐了。血脉觉醒一事，在我足够强大前，还是先尽可能隐瞒的好。如今整个修仙界都感觉在逐渐动荡起来，低调发育才是王道。目前我手头上还有一些财物，也尽快换成丹药等资源为好。这样一来，趁着还未开始仪式，最好将实力提升到筑基巅峰，然后就可以靠着仪式突破金丹了。哇！这里就是附近最有名的修仙集市了，希望能买到一些有用的资源。好甜啊！赤云，我闻到好闻的味道了。瞧一瞧，看一看嘞，最新到货的原石。客官，里面请啊！我们赌师方童叟无欺，都是从上古废墟里搜寻来的。上周还有人开到顶级的法器呢。借我50灵石，50灵石就可以，我下次一定能开出好东西的。快走开，走开吧，穷鬼！你们就借给我吧。张全之，1日后于赌石坊中期原石区开原石，获得神兽精血1滴。好家伙，我在灵泉秘境里拼死拼活才捞到1滴，你小子居然随便一赌就能赌出来，看来还是让我来帮你接个赌好了。客官，你慢慢挑。100灵石赌1块石头，普通修士可真玩不起。还好我有作弊器。领导，该你表现了。
让我好好看看。有了，感觉到了，好闻的味道是这里面的。老板，就要这几块了。哎呦，客官好眼光啊，一定能出货。看原石这边请哈。哪来的傻瓜，还想靠闻出好货来？我有灵石了！我有灵石了！这穷鬼又来了。3日后，在赌石坊终极原石区开赤色原石，获得顶级法器赤炼甲。这人到底是什么福运？不行，这种大佬我可不能错过。那块我也要了。好嘞，客官。那人不会还来吧？5日后，在赌石坊终极原石区开巨大原石，获得洗嘴丹1枚。居然还有！逆天！小二，我还要买。好嘞，客官，我这就替你打包。一个人就买了3块，这下赚大发了。总不会还……于10日后，在赌石坊高级原石区开丑石，获得上古修士功法大巨元功。这货难道是气运之子不成？不过现在倒是都便宜我了。客官，要不要去高级区看看？那儿的原石才能产出真正的好东西。那就去瞧瞧吧。哎，客官2楼请。袁大头来了，这下掌柜的待会儿可得好好表扬表扬我。300灵石就这样打水漂了？哼，一看就是新手，根本不会挑原石，居然还敢上高级区。待会儿开原石的时候，我可要好好看看他的脸色。客官，高级区的原石价格是1000灵石起步，但是出的好东西绝对远远超过这个价。看刚刚的描述，都不是这些。等等，似乎就是这个。就这块吧。客官眼光可太好了，我这就带您去找师傅开原石。这破石头压半年了，终于卖出去了。好久没见人在高级区买原石了。哎呀，可惜是个冤大头啊！他难道不知道这丑石在2楼摆了半年都没人要吗？不，我的100灵石，我不信什么都没有。切开以后概不赔付，开始切下一块了。哎，有没有人打赌呢？我赌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肯定的吗？等等，这是……我去，这等神光难道是顶级的法器？居然真的出货了，怎么可能？果然没错。再切一块。啊！这人走的什么狗屎运？我不信还能出货，我也不信。那纹路难道是洗髓丹？能够让人资质大增的顶级丹药？什么？居然是传说中的洗髓丹？假的，一定是假的！我一定是在做梦。还有2块原石呢。刚刚说赌的人呢？敢不敢再赌一把？不会还有货吧？这家伙是来进货的吗？我怎么也紧张起来了。这是神兽精血所蕴含的神魄。叫什么叫？给我过来！哼，区区小猫咪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神兽异象，那是传说中的神兽精血啊！什么？传说中的神兽精血？那个能让人成为血脉修士的至宝？我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哼，我们联系兄弟搞他一片。客官还继续吗？愣着干嘛？还有1块呢。那我可切了啊！给我货！终于没货了，简直太可怕了！别说了，我开原石30年加起来都没他1块好。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有人百发百中？对，有
东西。没有神光，不是好东西。他总算亏了。亏什么？他已经赚爆了。客官，请收好。一群不识货的家伙，这才是今天最大的收获。今天我能吹一辈子。这人到底是谁？恐怕会成为一个传说啊！我要有他这运气，我早就无敌了。陈元，有人跟着我们，闻起来很讨厌。那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好，这家伙真是自嘲的。本来还怕没机会呢，抢了他就发了。上！没意思。要是金丹修士，我还想好好比试一番。谁能借我50灵石？我赌出好货10倍还他。薅了你这么多羊毛，多少有些不好意思。里面有着不下1000灵石的修炼资源，足够你修炼到筑基中期了。别再去躲。我们认识吗？我去，接近筑基巅峰！亲爹吗？随手就给1000灵石。我现在认爹，你说还来得及吗？你就当是我看好你，对你未来的一个投资就行。你这么干，他还得谢谢你呢。多谢前辈，我张全之日后定不忘前辈大恩。我向玄天王朝的人通知了堕修罗之事后，近些日子，玄天王朝会派人前来商议相关之事。来人都有谁啊？玄天王朝6皇子、长公主，以及那位皇室2供奉。2供奉？那个嚣张跋扈、护犊子的老东西，为什么会来？多说无益，到时候好生招待他们便是了。是。陈元，快点，把神兽鸡血给我吃！就知道吃。我感觉再有3滴神兽鸡血的话，我就又能恢复像神通了。3滴？你让我去哪儿抢啊？这次收获颇丰啊！这赤炼甲足以抵挡住一般法器的攻击，洗髓丹可以帮我提升资质，还有这上古修士的功法，试试看吧，到底是什么？啊，这尊血影，这便是上古修士的手法吗？这功法居然能让我吸收灵气的速度达到寻常修士的数倍，不愧是上古修士的秘法。用这秘法配合洗髓丹，足够我在这几天内提升到筑基圆满。啊！终于，筑基境界圆满了。林师姐那边也准备好了，看来今日就是我晋升金丹之日。火候差不多了，完美。林师姐，我来了。你来的正好，药浴已经调和之完美了，只要你准备好，就可以晋升血脉修士了。多谢师姐了。林师姐，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你小心地站进去，准备好，过程可能会有一点痛，保守心神，感受神兽血脉的力量。你要将那狂暴的力量吸收。能隐约感觉到了，这就是那滴麒麟精血所蕴含的力量。来吧，成为我的力量。金地红纹，血脉金丹成了。林师姐，幸不辱命。恭喜你了，陈师弟，从今日起，你便是金丹修士了。
不过，你若不想这么快就暴露你灵血修士的身份，今后可得藏着点。等我跨过元婴实力足以自保后，再暴露也不迟。现在还是太早了。如今天下不太平，谨慎点倒也好。啊！诗雨，玄天王朝的客人今日就要抵达，来的还是你的老对头，准备一下吧。哦，对了，对方可能会找陈云问一些秘境中的事，你便带上陈云一起去吧。是。看来你突破金丹的庆功宴得下次了。两位殿下，再有1刻钟的时间，我们就该进入凌霄宗的地盘了。听说那凌霄宗内美人众多，这皇宫外的美人，想必应该别有一番风情吧？大姐，听说你和那林诗雨交手众多，她是个怎么样的美人？洛泉，此行我们可是来商议要事的，你可不要由着性子乱来。也不知道父皇怎么想的，居然派这个家伙和我一起来，生怕他给我惹出什么事来。大姐，我看那凌霄宗就是堕落了，居然连一只上古凶兽都处理不了，早就不配和我们玄武学院齐名了。要是换成我们玄武学院，岂能有什么不知名的幻龙道人出手的余地？六殿下说的是。行了，既然此行父皇命我为主，你就听我的命令行事就行了。是，大姐，都听你的。凌霄宗，咱们到了。凌霄宗欢迎玄武学院的道友们前来交流。林诗雨，好久不见。哼，好漂亮的美人儿，听说还是皇血修士。长公主许久不见，修为精进不少呢。哼，哦，陈云，你果然也在。也对，上次秘境里要不是你……哦，总算是结束了。问了这么多问题，还好关键的地方都被我糊弄过去了。啊！哼，什么祸蛇堕修罗的，大姐真是太把这凌霄宗当回事儿了。女人，你过来，带我逛逛凌霄宗，哄得我高兴了，本皇子自然有赏赐。六皇子殿下，此事还是两门交流之际，还请您不要随意走动。不要随意走动？怎么，本皇子难道不是凌霄宗的贵客？你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答应，瞧不起本皇子？不敢。哼，既然如此，就陪本皇子逛逛，得了本皇子的赏赐，不比你在这看门强。既然六皇子殿下想逛一下凌霄宗的话，不如让我来陪你吧。啊，多谢陈师兄。你是，哼，原来是站在林诗雨旁边那个跟班。既然你要替他，那就你来吧。区一个凌霄宗弟子也敢阻止本皇子撩妹，待会儿看本皇子怎么整你！陈宇，我不喜欢这个家伙，放开我，我要挑他！好歹是宗门内的客人，得给掌门几分面子，忍一忍这货。行吧，一会儿要揍这家伙了，你喊我就行。走吧，就让本皇子看看，你们凌霄宗凭什么和我们玄武学院齐名？六皇子，这里便是我们凌霄宗的事务堂，用于弟子接取任务。就这，还没我们玄武学院的厕所大呢，没看头。带我去别处。哪来的这么嚣张？欠收拾的家伙！这人什么来头？让陈云陪着。那好吧，请随我来。嘿，这是我凌霄宗的演武台，平时都是我宗内优秀的弟子在此比武。比武？就这水平也能叫比武？小娃娃拿根木剑也比这强啊！喂，那边那个，你等一下，你说谁是小娃娃？说的就是你了，我乃玄天王朝六皇子，说你了，你又能怎么样？
别去理那家伙，没看见陈云陪着吗？估计是宗门贵客。哼，无趣，一群怂包。那边那个女人，肤如凝脂，貌似凝月，好漂亮的美人儿啊！看来是知道本皇子身份尊贵。哎呀，这位小姐，我什么情况？陈师兄，你怎么来演武台了？带客人参观，正巧路过。是个无视本皇子。你走吧，我要他接下来做我的向导。六皇子，我说了，我来做向导就足够了。你是个球，也敢命令本皇子？给我麻溜的滚！六皇子，你想对我凌霄宗弟子做什么？你居然敢打我！连我父皇都没打过我！我打的你？明明是你不慎跌倒在地上，脸被地面打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没错，我也看见了。就是，地面打得好啊！摔成这个样子真蠢。你们完蛋了！我一定要把你们碎尸万段！接下来便是我们从幻龙道人那里听到的关于堕修罗的事。二姑父，给我把那几个凌霄宗弟子给宰了！什么？天下，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洛群，你在胡说什么？大姐，我可是被凌霄宗的一个混账弟子给打了脸啊！竟有此事？是谁打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陈云的混账打的！胡说八道！明明是你侮辱我凌霄宗名誉，就对我凌霄宗弟子出言不逊在先。我只是做了每一个弟子都该做的事而已。陈师兄说的属实。是啊，明明不是陈师兄的错。虽然陈云做的没错，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闹出矛盾？这下可有些麻烦了。本皇子难道说的有错？你们凌霄宗弟子就是不如我们玄武学院的弟子。够了，这些小事等我和王掌门商议完大事之后再说。现在闹得像什么样子？小事？我堂堂王朝六皇子被打脸也是小事。这件事不解决，这商议也别想进行下去了。洛泉，你到底清不清楚？长公主殿下，我倒是觉得六皇子殿下说的没错，事关我玄武学院的名誉，岂能这么算了？没错，你自断手脚给本皇子下跪道歉，还有让这女人做本皇子的几日道侣，此事就算了。二供奉，这是在威胁我凌霄宗吗？怎么能算威胁呢？我觉得小辈的事情就让小辈来解决好了。六皇子乃是金丹3层的修为，就让六皇子和这小辈来比试一场如何？金丹期，可陈师兄还只是筑基期啊，怎么会是金丹期修士的对手？原本还以为你在藏拙，原来只是个筑基期的垃圾，居然还敢挑衅本皇子！怎么，你不敢和本皇子比试吗？此事有失公允。我输了，自废手脚，下跪道歉。但我若是赢了怎么办？笑话！本皇子一个金丹期，能输给你一个筑基期修士？本皇子要是输了，就四肢跪地学狗叫，绕凌霄宗一圈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就定好了。陈师兄，加油啊！陈师兄，不要输给这家伙！现在你向我求饶，我可以考虑只断你一条胳膊。刘殿下可要受着牵连，我们毕竟是在凌霄宗的地盘上。二公父说的是，对付区区一个筑基期修士，本皇子用3分力就够了。希望六皇子见谅，我最近修为小成，不是很收得住手，所以……你说什么？
希望你接得住这一招，可别挂了。这是筑基期修士的实力？我难道修的是假的筑基？难道是这六皇子太水了？卑鄙小人，居然趁我没拔剑就偷袭！啊，果然，这家伙修为虽高，但水分太大了。不过，倒是我验证自身实力的好机会。喂，有没有搞错呀？这一大堆法器，还要不要脸了？土包子，修行就是讲一个法财履地，我这每一件都是最顶尖的法器，是你这种下等修士一辈子都买不起的。玄武剑气，给我立！好虚浮的剑气，外强中干，白瞎了这宝剑。不过正好，来试试我的肉身强度和赤炼甲搭配起来的防御力如何？陈师兄，当心啊！来了，这招攻击才勉强像的样子。果然，见识过林师姐还有暗域门妖女那样的高手，这种货色实在是提不起劲了。怎么可能？居然毫发无损！那结束这场闹剧吧！二哥，快救我！恕此二敢！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阴狠的手段，居然隐藏实力，妄图谋害六皇子，就拿你的双手来赔罪吧！师弟小心！混账，你敢动他？很好，试完了防御，接下来就来试试我的攻击。破！怎么可能？你居然能破开我这一招，这怎么可能是区区筑基的实力？二供奉，看到了吗？若我真用全力，你觉得六皇子能活吗？年纪轻轻就有这等实力，恐怕又是下一个林诗雨。若是成长起来，日后必是我玄武学院大敌。小贼，在凌霄宗放言要废掉我师弟，你未免太猖狂了。二供奉，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这家伙他……够了，你给我闭嘴！大姐，你居然帮外人说话，还打我！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多吗？给我闭嘴！回去我再收拾你。这次是我皇帝失礼了，结盟一事我会如实汇报父皇，由他来定夺。既然长公主有令，老夫就暂且罢休吧。哼，让我丢这么大脸，陈云，这事我们没完。等等，那是近期机缘，3天后被堕落心魔袭击，反而炼成道心，从而激活引龙血脉。堕落心魔，难道和杜修罗有关？不行，得想办法提醒他一下。真是多事之秋，偏偏那个白痴还净给我添乱。唉，可惜没打听到那位幻龙道人更多的消息。他和真龙有关，也不知道是否和我玄天王室有所关联。什么人？出来！别紧张，我并无敌意。您就是那鸡腿窝蛇的幻龙道人？没错，正是本座。小丫头，本座此行是察觉你与玉履天机有关，来提醒你一番。不知前辈有何吩咐？啊，陈云，他身上的血脉好像……陈云？你听错了，本座不是陈云。还说你不是陈云，声音都一模一样。陈云，你忘记变声了。铃铛，我回去再和你算账。好吧，确实是我。长公主殿下，这事说来话长。你听我狡辩，不对，我是说，你这家伙装神弄鬼的，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而且，为什么会有真龙跟着你？别误会，我此番前来是替家师幻龙道人来提醒你一件事的。
万龙道人，是你师傅？难怪这陈云离上次见面才过去多久，就已经有金丹修为了。这家伙上哪抱的这样一条大腿啊？那个家师夜观天象，从万千天机中算出一缕，3日后你会被堕落心魔袭击。不过只要你意志坚定，反而会有所收获。堕落心魔，难道和堕修罗有关系？正是如此。请替我多谢你的尊师，洛西定不会忘记这番恩情。我一定转告。兄弟，也祝愿长公主阁下五运昌隆。万龙道人的弟子，算上在秘境的时候，这家伙的运气也好得惊人。看来必须教好他才行。糟了，忘记问他的老师是否和玄天王师有关系了。你这笨龙，居然直接喊我名字，我的马甲差点就直接曝光了。我就是有点太兴奋了。那个洛西体内的血脉好像和我真龙一族有点关系。这不奇怪，他的龙血也是从灵泉秘境里获得的。不过玄天王朝一直自诩真龙后裔，也不知道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还是确有其事。算了，提醒过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之后的事我也管不着。此番喊你们来，是因为前2日在玄天王朝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长公主洛西居然被一种名为堕落心魔的魔物袭击，险些丧命。堕落魔，难道与堕修罗有关系？估计是的。看来幻龙道人的警告成真了，堕修罗也在征途封印。经过我的提醒，洛西都差点丧命。这堕落心魔居然有这么强大！长公主希望我们派人前去支援，其中还点名的要让陈云前去相助。点名要陈师弟，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对祸蛇相关之事比较了解的原因。坏了，果然马甲曝光，祸患无穷啊！既然如此，我也去吧。可如今我已踏入元婴，遇到什么危险也可自保，请师尊放心。也罢，玄天王朝如今勉强和我们达成同盟，但你也不可掉以轻心。哼。好耶！终于可以出去玩了！欢迎凌霄宗的道友前来，我是玄天王朝4皇子洛轩，此番是奉父皇之命前来迎接几位道友的。我是凌霄宗6长老林诗雨，多谢4皇子前来迎接。大哥，凌霄宗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要不要做些什么？洛西梅王在堕落心魔手中，算他命大。虽然他促成了和凌霄宗的联盟，却也动摇不了我即将继承皇位的事实。不过，给他找点麻烦也不错。是，大哥。大姐，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还有陈云，你这垃圾，敢来我玄天王朝，看我怎么整你！大姐，我把凌霄宗的道友带来了。好，辛苦你了。你都快元婴期了，那堕落心魔居然能强到让你伤成这样！啊，那堕落心魔暗中性刺，而且还是针对人的心魄。若不是有人提醒让我早做准备，恐怕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长公主殿下没事就是最好的了。陈云，你何必这么生分？称呼我洛西就可以了。陈师弟，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师姐你别多想。陆轩，你先带着凌霄宗的道友下去休息吧。陈云，你来我屋里一趟。
应该是关于堕修罗的事。长公主想要问我，师姐你千万别多想啊！不，我还有些其他话想对你说，无关人员就先退下吧。长公主殿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传出去可不太好吧？我看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师姐，你先回去下，我就和洛熙说几句，马上就来。别耽搁太久了。一定一定。总算让那林世宇吃了一次鳖。好了，说正事吧。这次我是想感谢你和你师父的提点，若不是你们，恐怕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如此救命之恩，不知道家师是否有空来玄天王朝做客？家师不喜喧嚣，早就沉游三界，就算是我，也不一定能联系到他。我救你一命，你还想拆我台？既然如此，我也不好要求什么，具体事宜等候明日朝会面见父皇时再做商议吧。陈师弟应该还没用膳吧？不如就留下来陪我用膳如何？找不到你师父，我还留不下你吗？洛小姐，不了吧，师姐还在等我呢。都说了，喊我洛熙就可以了，喊我洛小姐多身份呢。而且我还想和你好好聊一聊呢。下次一定，下次一定。那个疯丫头没为难你吧？哦，没。不过她……我看她一副恨不得吃了你的模样，不会是你幻龙道人的身份暴露了吧？那倒没有。不过她现在以为我是幻龙道人的弟子。这个身份倒是不错，足够唬人。而且洛熙那丫头虽然有些小聪明，但短时间内应该发现不了。不过，既然她独藏这个秘密，看来她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小心思？你是指？自然是玄天王朝的王位继承一事。你可能不了解，就和玄武学院内部进行优胜劣汰一样，玄天王朝的继承人也是遵循此道。如今，他和太子之间的斗争恐怕已经相当激烈。那我们作为凌霄宗的代表，这次来会不会……静观其变吧。我们的首要目的还是确保堕修罗的封印仪式成功。我们到了。哇，不愧是玄天王朝啊！确实，可真气派啊！哼，和我们龙族祖庭比起来，可差远了。凌霄宗，哼，还有你，陈云，你们还真敢来呀！洛卷，这是父皇请来的客人，你想忤逆父皇吗？大姐，你也就只能这样负隅顽抗了。等到大哥继位，凌霄宗的人可帮不了你。父皇还健在，洛青论他就在想这些了吗？3日后得到堕修罗的赏赐，获得陨堕丹，成功晋级金丹圆满。难道堕修罗已经复苏了，还和这六皇子勾结？不太妙啊！没有证据，就算我说出去也没有人信。得想办法弄到这六皇子和堕修罗勾结的证据才行。哼，朝会在即，我不和大姐你争辩。但是陈云，你敢来我的地盘，我一定会好好招呼你的。洗干净脖子等着吧。他……你别理他，这个蠢货就是嚣张跋扈惯了。若是他找你麻烦，你来找我就是。长公主，这话说的，陈云是我凌霄宗弟子，若是有人找他的麻烦，自然由我出手，就不劳你出面了。怎么了？陈云可是我的客人，我关心客人还有错吗？而且他昨晚在我房中和我聊的可是很开心呢。是吗？聊得很开心啊。那个，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参加朝会来着？没错，还是参加朝会重要。我可没兴趣和对着其他宗门弟子到处发嗲的女人吵架。
我也没兴趣和一点魅力都没有的修炼狂魔女吵架。陈元，我回忆起来一点记忆了。我爹当时出去找其他母龙玩的时候，我娘亲就是这么看那头母龙的。哼，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少说话。你们先别在意洛泉那个蠢货，我先带你们去面见父皇。我父皇待人挺随和的，你们也不用紧张。洛西，这就是凌霄宗来的几位道友吧？父皇，没错，来的是凌霄宗六长老林诗雨以及一众凌霄宗精锐弟子。凌霄宗六长老林诗雨携一众弟子参见玄天王朝皇帝。如此年纪轻轻就有这等修为，听说你还成为了凤雪修士，果然少年出英雄啊！父皇，陛下的龙体要紧啊！哭无恙，让凌霄宗的道友们看笑话了。没想到与掌门实力相当的玄天王朝皇帝，居然如此虚弱，还正好是斗修罗作乱的关键时刻，难怪会需要我们凌霄宗前来助阵。陈元，那个老头好像中毒了，味道好难闻啊！中毒？难道又是斗修罗做的？但是洛天野的脑袋上的信息是：父皇，你还是下去休息吧，朝会就交由儿臣来主持吧。陆金伦，哭不要紧，这朝会除了见识下凌霄宗的道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堕修罗之事事关我玄天王朝之根基，便交由你二人来统筹了。谁在此番事件中功劳大，谁就是弟子。儿臣领命。哼，父皇啊父皇，你果然是老糊涂了。这下麻烦了。近期机缘，10日后融合堕修罗魔血，成为魔血修士，成功突破到化神期。果然，堕修罗和这大皇子有关系，让他查堕修罗，洛西怎么可能赢？洛西，我用师傅传我的手段探查了一下，那大皇子恐怕和堕修罗有关系。果然，我早就怀疑他了。曾经他也是温柔善良的人，只是半年前在天羽山遭人袭杀，回来后就性情大变，变成了野心勃勃的人。既然如此，你调查过天羽山吗？你怀疑他和堕修罗的勾结就是从天羽山开始的？对呀，我一直调查他身边的人，怎么忘了这个最大的线索？没错，不过大皇子狡诈，我们若是去太多人，一定会被察觉。就由你我和林师姐3人前往就够了。大哥，你猜的果然没错，我手下的人看见洛西和陈云、林诗雨3人朝着天羽山去了。洛西那蠢货终于察觉到天羽山的问题了。呵呵，希望我给他们准备的惊喜能让他们满意。小泉啊，你最近的表现那位大人很满意，这2天给你准备的陨堕丹就快完成了。真的是陨堕丹吗？有了这枚陨堕丹，足以让我提升至金丹圆满。大哥，你别杀了陈云，把他留给我。等我得到陨堕丹，就是陈云你的死期了。区区陈云算什么？我记得你好像还挺喜欢那林诗雨。等事成了，我便把那林诗雨也赏赐给你。大哥，那林诗雨可是凌霄宗长老，还是个黄血修士啊！他一旦出事，凌霄宗那边恐怕……黄血修士算什么？你忘了凌霄宗面对祸蛇的下场？待到那位大人复苏，区区凌霄宗算什么东西？别说是凌霄宗，纵是整个修仙界，都将臣服在我的脚下。天羽山很大，效率起见，分开寻找比较好。若是遇到危险，就撕开纸鹤来联系其他2人。好。人族的皇子来消息了，
让我们抓住1男2女3修士，要活的。其中2个女的要小心，她们分别继承了黄血和龙血。那又如何？我们这里3个妖王，还能输了不成？嘿嘿嘿嘿，听说里面那个男修士是最弱的，那他就交给我了。我最喜欢欺凌弱小了。那灵师椅就交给我，我倒要看看是我们一族的风啸鹰血脉厉害，还是他的凤凰血脉厉害。赶紧出发吧，一切都是为了舵修罗大人。一路上虽然见到些精怪，却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想要搜遍整个天羽山，恐怕需要几日的时间。陈云，有好吃的味道过来了。来了，速度还挺快，不过威力好像也就那样。嘿嘿嘿，不错，能躲过这一击，你在金丹期修士中倒也算得上优秀。妖族，看着气势还是一方妖王，看来我们没来错地方。妖王，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还有人类的小女孩在，也好，就当是加餐了。陈云，我能吃掉他们。急什么？好不容易遇到个妖王，等我抓住他问完话，你再吃也不迟。哼！区区金丹修士，胆敢口出狂言，本王要你的命！给我倒下！区区金丹修士，胆敢口出狂言，本王要你的命！给我倒下！等等，这怎么？你，我的武器居然碎了！果然，这一剑能斩10个6皇子，但对付以肉身著称的妖王来说，却还嫩了点。看来本王低估你了，很好，很好。让我用出我的真本事，你也算人类里比较强的了。准备好接招了吗？看你怎么挡这一击！不愧是妖王的全力一击，就算是龙血加赤炼甲，也有点吃力啊。陈云，你快点啊！我都要饿死了。一个妖王而已，赶紧解决了。你当那是大白菜吗？好歹也是个妖王。而且，我感觉这妖王身上有着熟悉的气息。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个男的是3人里最弱的吗？你很好，你值得本王使出全力，见证吧！我乃继承了上古神兽麒麟的后裔，蝼蚁就让你看看真正的神兽血脉。麒麟血脉，原来如此，怪不得。既然这样，我也让你瞧瞧我的麒麟血脉。麒麟显现，真正的神兽血脉，而且比我还浓厚，这怎么可能？等一下！还好，临时偏开了剑，不然就问不了话了。哼，这还是我有麒麟血脉来第一次用全力，看来对付一般的元婴级别敌人完全够了。说好了我要吃的，伤成这样，我怎么下嘴啊？你们是洛金轮派来的人吧？没想到妖族也参与其中。我承认你有几分实力，但你想从我嘴里套出信息来，做梦！老子可是妖王，是有骨气的，就是死也不会屈从于人类。你最好放我走，不然等我那2位兄弟来支援，你必死无疑。哦，是吗？不行，陈云，我饿得不行了。既然他不敢说，要不还是让我吃了算了吧。真龙，这怎么可能？我什么都说，别让真龙吃了我。说好的身为妖王的骨气呢？
好可惜啊！古奇哪有命重要啊？而且这可是真龙，算起来也算咱们妖族的。那我这败的可不算丢面子。你底线还挺灵活。起来，边走边说，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凤凰之败不过如此嘛。现在你的2个伙伴恐怕已经死在我兄弟手下了吧？哦，还有帮手，斩！什么？这家伙现在才使出全力？现在想清楚，也未免太迟了些。啊不！纸鹤没反应，陈师弟应该可以支撑住，还是先去救那个笨蛋女吧。哈哈哈！别躲躲藏藏的了，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该死，居然会有一头元婴妖王存在！若是我没被堕落心魔伤到，还能战胜一番，现在却只有逃跑的份了。不行，其他纸鹤都没反应，若是就我求援了，岂不是让那林诗雨看了笑话？你在看什么呢？让本王也看看呢。你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哥哥，洛金伦只让我们抓住你，所以我不会要你命，你的小命暂时是保住了。洛金伦，果然是那个混蛋！现在顾不得面子了，得赶紧求救才行。你不会想着还有人来救你吧？我那2位妖王兄弟已经去对付你的2个伙伴了，现在应该已经结束了。这点你说的倒是不错，确实是已经结束了。怎么可能？你居然没死！我二哥呢？难道二哥没找到这小子？咱二哥运气不太好啊，但你小子运气更差，居然撞到我头上来了！小心，这虎妖王的实力堪比元婴修士。那正好，这一击我会打偏了。给我斩！这么，等一下！你二哥运气是不太好，但是你的运气好像不见得比他好啊。哎，对了，洛西，你没事吧？不用担心我只是有点……我刚才还担心你死在其他妖王手中，看来是我太愚钝了。没想到你不声不响的也成了血脉修士。也是，灵泉秘境里一直是你在掌控局势。如果林诗雨拿到了金血，你又怎么会没有呢？陈云，你这家伙！洛西，当心！抱歉。没事，不过为什么不早点使用纸鹤？我唯独不想向那家伙服输。那家伙该不会是在指我吧？我还以为你2人是生死存亡之际呢，没想到还有闲心在这搂搂抱抱。师姐，师姐，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洛西只是伤势严重，站不稳。血脉修士，还是卷龙道人的弟子，不争取一下我就不姓洛。陈师弟又不是你的道侣，我怎么就不能包了？洛西，我是说长公主殿下，你先等一下。哼，王武先想着来救你，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不行，得赶紧把话题岔开。对了，那只马妖，带妖孽，还不把你知道的消息速速交代！哎呀，混蛋啊！我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居然拿我来转移怒火！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我是不会……等等，我说，可惜，洛金伦勾结妖王暗杀我们属实，但是他却没留下任何马脚，光靠这只马妖的口供，对方大可说是我们污蔑。我就是告到父皇面前，恐怕都会被他开脱。而且，关于半年前大皇子被袭击的案件，也没有任何的线索。那这家伙是不是没用了？我可以开动了吗？等等，别！我好像想起来了，天羽山，对，洛
洛金轮曾经让我们守过天羽山的废弃矿洞，那里肯定有秘密。哎呀，那你还不赶紧下路？就是这，3个月前，洛金轮让我们在这里驻守过7日。陈元，这个味道和那个皇帝老头身上的毒味道一样呢。看来来对地方了。哼，怎么回事？这一路进来，为什么会是死路？难道在骗我们？小的哪敢骗您啊！小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死路啊！亏你还是玄天王朝的皇女，难道连这里布置了隐匿法阵都看不出来吗？法阵？这怎么可能？要让我看不出来的，那得是何等复杂的！它就是很复杂，瞧见了吧？这法阵，我前所未见，恐怕就是凌霄宗最擅长阵法的2长老来都解不开。陈元，这个法阵好像是我龙族秘法阵的一种，破解之法很简单，你顺着我指的方向输入灵气就好了。贸然使用暴力破解，恐怕只会将其破坏。看来只能到这儿了。可恶，难道线索就这样中断了吗？陈师弟解开了。啊，随手一试，凑巧而已。终于这万石灵毒就要炼成了。有了这万石灵毒，定能助我主脱离封印。谷主，那3个妖王现在也还没个消息，我们要不要撤离？怕什么？就算那3妖王失败了，长公主也找不到这儿来。谷主大人，那马妖王领着长公主3人已经到矿洞口了。妖族果然是废物，不可信。不过没关系，这隐匿法阵可是老夫从上古典籍中学到的，绝对不可能被解开。阵法核心真大，法阵被破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谷主大人不是说这是龙族秘阵，当今世上不可能有人会攻破吗？不可能，我的阵法绝对不可能会被破，那可是真龙一族的秘法阵，如今真龙一族被灭，谁人能破？刚刚谁说的无人能解的阵法？那不是有手就行。看来是来对地方了，可别把他们放跑了！快跑！快从密道逃走！不许跑！都给我上！给我用命拦住他们！林师姐，洛希，这些人就交给你们了。那屋主，由我去追。该死！一群废物，怎么没拦住他？还好有这只东西，没办法了，只能先动用暗钩术，将万石灵毒送出去了。哎呀！还账啊！必须得将万石灵毒送出去。行了，老人家跑着怪累的，歇歇吧。你想让我束手就擒？你想得美！就让你见识下我的力量。感受到了吧？这健壮的妖兽之躯，这是你自找的。唉，不说，我都斩过2只元婴妖王了。你变身后才堪堪突破元婴期。谁给你勇气给我大放厥词的？居然连堕落化的肉体都能轻易斩断，不过这都是无用功。哦，有点意思了。哼，好快的再生，倒是有点能耐。但是这种程度的实力，本身也不过是玩具罢了。哎呀！你以为留下我就有用吗？我早就把该送出去的东西送走了。陈元，老鼠抓到了！你说的东西是这个？怎么可能？陈云，我们解决掉那些人了。陈师弟，你没事吧？放心吧，我把他抓住了。喂，别装死了。太好了，
抓住个活口，我们一定能从他口中得到洛金伦勾结洛修罗的证据。怎么回事？这家伙的身体正在……与我主堕修罗为敌，你们的结局只有死。我会在地下等着你们。看来那所谓的堕落化的代价，就是要消耗自己的生命。我是不是跑得比较好？不行不行，那个杀精，我现在重伤状态，要是跑了，一定会被杀掉的。但是这可能是唯一逃走的好机会。跑，不跑，跑，不跑，跑，看来是上天要我跑啊！什么跑不跑的？主人，你们怎么出来了？哎呀，您刚才听错了，我伟大的主人，我是在担心您。蜀花瓣想着要不要去帮你。真是你的主人，我可没你这么不要脸的仆从。哼！走吧，先出去再说。储物袋中只有这一块雕牌和那一顶毒液，看来接下来只能去这万花赌马场看看有没有线索了。可这三妖王能提前堵我们，定然是有人盯着我们的行踪。我们要是再有动作，一定会被发现的。唉，师姐，洛西，放心吧，我有个绝对不会被发现的好办法。什么办法？小马呀，你看这番暗杀，我肉体和心灵都受了很重的伤，让你帮我们一个小忙不过分吧？啊？你看你完好无损的样子，哪里像是受伤了？哎呀，不是我的肉体和心灵受到了伤害吧？你在想什么呀？没有想。哎呀，我老马愿为主人完成任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呵呵。陈师弟之前是这个样子的吗？我记得他以前更加正派才对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他。最近的成色越来越次了。掌柜的，我们家也是真的没钱了，才会把这匹有着麒麟血脉的顶尖好马卖给你们赌马场啊！你可千万不能坑我。好马呀！这真是好马，绝对能给我们赌马场大赚一笔。我这次手这真材一定得买到手。想我也是堂堂妖王，想不到居然有一天混到当赌马的境地。毛色不均，腿太瘦，肌肉无力，这种垃圾马，你还说有麒麟血脉？100灵石最多了。多少？100灵石！我堂堂元婴期妖王，就是100灵石。要不是那煞星叮嘱我不要露出马脚，老子当场活吞了你。成交。这么痛快？难道我出价太高了？好好照看这匹马，过几天六皇子来赌马可是要看的。是，总管。好好照看这匹马，过几天六皇子来赌马可是要看的。是，总管。六皇子，好像就是那煞星说的目标之一。看来老子低三下四抛弃尊严来当这赌马，倒是没白当。什么味道？闻着好香啊！baby， 赌马王我当定了。马妖王传来消息了，说是六皇子明天会在赌马场会见一名什么贵客。贵客，看来终于有大鱼上钩了。陈云，明日你们若是要去赌马场，洛金伦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去拦住洛金伦，你凭着这块妖牌，带着我府上的修士去围捕赌马场，出了问题，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神使大人，大哥命我在此等候多时了，您这一路还顺利吧？我能有什么不顺利的？倒是你最近的表现很不错，
这是那位大人给你的赏赐。谢过大人的赏赐。哼，有了这枚丹药，我就将晋升金丹圆满。陈云，你等着吧。走，这次必须抓他个人赃俱获。哼，此地有通敌叛国的嫌疑，给我围住赌马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都不许放走。费尽千辛万苦，还给那家伙低三下四，就是为了这一刻。六殿下，不好了！凌霄宗的陈云带着一群士兵围住了我们的赌马场。什么？我还没去找他麻烦，他居然敢来找我的麻烦！可恶的陈云！哼，我正好凭借陨堕丹突破到金丹圆满，就拿你来开刀。绅士大人，您先在暗室中躲藏片刻，我去解决了外面的小麻烦，再来好好招待您。陈云，这个名字，哼，还真是你！好你个陈云！本皇子本来还准备让你多蹦跶几日的，在我们玄天王朝的地盘上，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有本事来吃我现在这一剑试试！六皇子，你好像变强了一点点，但是也就一点点而已。不可能！我明明已经……六皇子，我可没有继续陪小孩子过家家的打算，还是让躲藏起来的那位出来吧。陈云，你敢小看我！我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乖乖跪下吧！够了，我可没空和你这种垃圾浪费时间。念在你是洛熙的兄弟的份上，这一剑饶过你。啊！我的剑！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是金丹圆满了，怎么还不是他的对手？那就是破坏了圣女和祸蛇计划的陈云。哼，有几分实力，恐怕一般元婴想要战胜他都要费点手脚。不过身为暗域门四魔罗的我比起来还差得远了，倒是林诗雨需要小心几分。暂且让这小子再嚣张几日吧。躲在暗处的这位，我可没说你可以走啊。这是小辈，若非老夫有要事在身，早就将你们屠得一干二净。三人实力相当，分不清哪个是假的。这些邪魔外道的诡异功法还真多，那就分开追。小辈，老夫本来准备让你再蹦跶几日的，既然你一心寻死，那就怪不得老夫了。哼，看来这个是本体无疑。好，怎么回事？这两个好像是师姐和南辰他们去追的那两个分身，直接出现在了这里。老夫身为暗域门四魔罗，凭的就是这一手三分暗影。这三个暗影，每个都有着老夫80%的实力，而且还可以随时互相召唤。你小子自寻死路，可就怪不得我了。谁说我是一个人了？哼！铃铛，出来！老马，你要躲到什么时候？主人，我老马来了！嘿嘿嘿嘿。陈元，我一个人就够对付他们了。哼，3人，我怎么看到的是3具尸体？区区一个元婴3层和2个金丹，也配和老夫作对？唉，谁说是我们3个打你们3个了？我只是看你太能跑，让他们2个出来替我盯着，防止你逃走而已。我一人单挑你们3个足矣。金丹小儿，岂敢大放厥词！老夫这就灭了你！3重杀招，看你要怎么接！怎么接？自然是这么接！怎么可能？神兽血脉，是说只有林诗雨一个血脉修士吗？暗域门4魔罗，
就这？不会吧？拥有神兽血脉和法宝护身，难怪敢仗着区区金丹修为找上门来。不过只凭这个，对付一般的元婴也就罢了，想对付我们3个，痴心妄想。对付你，够了。不好，小子的麒麟血脉正好克制我修炼的功法，要是拖到玄天王朝的人来支援，就麻烦了。用这鬼迷雾先遮蔽他，先走为妙。喂，不是吧？3打1你都逃，还要点脸不？鬼迷雾应该能拖住他的脚步，暂时放他一马，下次再。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可能？这世上为什么还会有真龙存在？早和你说了，我防着你逃走的。3个打我1个还逃跑，会不会玩啊？他居然能坐在真龙的头上，难道是真龙的主人不成？这下懂我的感受了吧？你怎么就不自量力的撞上这个杀星了呢？那个，我们之前说好的单挑还算数吗？算数啊！之前是我1个单挑你们3个，哼。现在嘛，是你1个单挑我们3个了。揍他！一起上！不要对这种邪门歪道讲什么道理，打到求饶为止。你不讲信用，说好的单挑呢？你懂个屁呀！这是正义的围殴。可恶的暗域教居然被发现了，还有洛西破坏了堕修罗大人的复苏。我本来不想用献祭的方法让那位大人复苏的，这是你逼我的。姐，我抓到他了。太好了！那可是元婴修士啊，陈师弟，你居然单枪匹马就搞定了！快说，把你知道的全都给我交代出来。洛金伦那家伙到底和你们暗域门做了什么交易？这绑法好高深的样子啊，下次得让陈师弟教教我才行。交易已经完成了，你们来不及阻止堕修罗的复苏了。你说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不好，这是献祭法阵。洛金伦他难道想献祭整个皇城的人来复苏堕修罗？不可能，父皇还掌控着玄龙卫，难道他连玄龙卫都控制住了？我的头，我的头好痛啊！我的身体，为了堕修罗大人，我要血，我要鲜血！这些人恐怕受到了堕修罗的杀意感染。大阵的中心在皇城中央，我们必须尽快阻止大皇子才行。给我让开！长公主、灵师姐、陈师弟，你们3人快去皇城！没错，这里交给我们。果然是你，这份力量，为什么？父皇，所有的皇城护卫都被我调走了，没人能来救的。要怪就怪你太愚蠢、太无知了吧？只有信奉堕修罗大人，信奉域外天魔一族，我们人族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天地大劫中苟延残喘下去。请你把……原来如此，龙脉就在皇宫大殿下，还必须用着龙玺启动吸收。哼，难怪我一直查不到消息。你怎么知道龙脉的事情？父皇，找到了龙脉的消息，你已经没用了，就送你上路吧。哼，洛金伦，别让你见识一下老祖宗传下来的变龙诀，即使老夫要付出性命。什么人？陛下，还是别急着自爆比较好。哼，父皇，洛西、陈云，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我的计划，来得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不过在此之前，就让你们先看一场好戏吧。一炷香后成功
借助龙玺吸收龙脉力量，晋升化神巅峰。借助龙玺吸收龙脉力量，我好像也有一个龙玺啊！哼，可以一试夺了他这机缘。是啊，快阻止他！如果他吸收了龙脉的力量，你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没用啊！吸收龙脉之时，我拥有龙脉护体，你们就好好体会绝望的感觉吧。大皇子，你吸都吸了，不介意分我一点吗？那难道是另一枚龙玺？不可能，龙玺应该只有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枚才对。陈云，你不会以为随便拿个玉玺出来就能吸收龙脉吧？这枚龙玺可是我玄天王朝的老祖先皇从真龙一族那儿仿造而来的至宝。啊！怎么可能？龙脉的吸收被压制了。区区仿造品，也想和真正的龙玺相提并论？哎呀，大皇子，你那仿造出来的龙玺，看来不如我这个龙族祖庭的传下来的龙玺真呢。哼，陈云，你别得意，龙玺开启最大功率，给我吸！哼，果然呢，虚张声势，你也不过。什么？不可能！为什么还是比不过你？这龙脉不愧是玄天王朝的秘宝，每一缕龙脉都堪比最顶尖的天才地宝，居然让才突破金丹不久的我直接到达了元婴期。而且，这龙脉中好像还隐藏了一缕剑意。太好了，他没有龙脉护体了。小心，他还有堕修罗的力量。现在看看你还能不能接下这一战。胆敢抢夺我的龙脉，今天你们全都要付出代价！唐曦师姐，这家伙依旧不好对付。哼，师姐，罗曦，你们保护好皇帝就可以了。这枚龙玺可以保护你们。陈师弟，小心身后！当着我的面还敢分心，着灭！你怎么？到底是？面对吸收了龙脉之力后的我，你已经不配我用全力。怎么可能？你到底做了什么？那难道是九霄黄龙剑意？九霄黄龙剑意，那是什么？当年老祖宗在真龙一族所受造化颇丰，除了打造了这枚龙玺，将一条龙脉封印在此。作画前更是将毕生所学化作一缕九霄黄龙剑意，封印在龙脉中。但老祖宗说了，非真龙之邪者不可能学会。哼，所以我们玄天王室千年来都从没人领悟到这缕剑意过。这陈云是如何做到的？师弟可是幻龙道人，难怪能领悟这剑意。原来如此，陈云他可是幻龙道人的弟子。可惜还不熟练，居然斩偏了。九霄黄龙剑意，难怪如此的霸道。龙雀卫，随我一起镇压魔物，保护陛下！保护陛下！父皇，外面的被感染的人已经被我们镇压的差不多了。什么？你们？你难道以为我没有发现你调离皇城护卫吗？我早就让洛轩命龙雀卫待命了。龙雀卫，你们好，既然这样，我还没输，你们难道以为我失败了吗？哼，龙脉封印已经消失，献祭虽然不够，但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让那位大人复苏，突破封印。多修罗大人会为我。你以为我会让你得逞吗？好险，陈云得手了。打赢了吗？不好，陈云，我闻到和那条大臭蛇一样臭的味道了。难道洛金轮献祭成功了？等等，献祭大阵成功启动了，为什么？明明洛金轮已经死了。快看那边！人族，准备好承受我的怒火了吗？
老大，那就是堕修罗吗？怎么回事？我的杀意控制不住了。怎么回事？我的杀意控制不住了。陈云，龙血！龙血吸收了龙脉之气，一定可以抵御堕修罗的杀心诱惑。快去镇住整个荒场，否则所有人都会变成只会杀戮的怪物。又是龙脉的气息，数千年过去了，还是只有这点手段。就先把你们几个灭了，为继承我的烈行吧！陈师弟，我来帮你。太好了，陈云和林诗雨联手，能挡住这波攻击，我们还有机会。哦，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人族修士还是有几个强者的吧？那这一击呢？这堕修罗难道有出窍期，甚至大成期的修为？不知道吸收了龙脉的陈师弟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千年之前，我玄天王朝能将你封印，今日我绝不会坐以待毙，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将你再次封印。父皇，皇皇天威，化武为神。陛下，局势还没那么糟，别一言不合就自爆啊！可是眼下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我还有一计，那就是摇人。父皇，这是怎么了？铃铛，准备干活了，替我遮掩一下。好，放心交给我吧。这装束难道是那传说中的幻龙道人？陈云的师傅原来早就到了，这下有救了。这是替身符，这家伙真是……这就是你们最后的希望？装神弄鬼，就这点修为也想打败我？那就让我把你们最后的希望泯灭掉！真龙？怎么可能？传说中这幻龙道人养着一条真龙，居然是真的！我在你身上闻到了祸蛇那老东西的气息，看来他就是败在你手中的吧？一条真龙而已，这就把你解决了。陈云，这家伙好强的气势，至少也是大成期起步。我们不怕，配合我一起使用这龙脉之力，还有那一缕九霄黄龙剑意。1000年前的人能赢，现在的我们也能赢。事已至此，豁出去了，必须得，还差一点。铃铛，和我一起。明白，我们一起上。此一剑，斩修罗。你们休想！赢了吗？可恶的真龙！但是别得意，我已经感觉到了，等我族降临，这一切都将成为记。废话真多。我等拜谢幻龙道人，救我玄天王朝于水火之中。接着，不知此物是？此乃真龙之灵，用以入药，可解你身上的堕修罗之毒。多谢上仙。可惜这位幻龙道人不是我玄天王朝之人，明明我玄天王室祖上和真龙有关，怎么这幻龙道人就先和凌霄宗接触呢？父皇，这幻龙道人是陈云的老师。幻龙道人是陈云的老师，原来如此，怪不得他。那人呢？糟了，刚才陈师弟的替身假人被战斗的冲击波吹走了，我得替他遮掩一下。
可能去找他师傅了吧。希儿和陈云关系似乎不错，如今玄天王朝危机解除，也该为以后着想了。不如……对了，如果陈云小友是幻龙道人的弟子，不知能否请他打开陨龙冢？父皇，陨龙冢是……你不知道也正常，那是玄天王朝的老祖宗作化之地。但因一直没有真龙现世，玄天王室在那之后一直没有寻得进入的方法。幻龙道人能收服真龙，必然和我们祖上有来往。若是能打开陨龙冢，这个等我师弟回来了，我们再问吧。